陈府一处偏僻的小院内，两个身强力壮的奴仆拖着一女子向着角落走去，嘴上还不住地骂骂咧咧。你说这女子怎么得罪小姐了，竟要她生不如死？谁知道呢？管她去不去死。不过这女人姿色倒是不俗，要不我们……小姐只是说了毁了她的脸啊，再拖去勾栏院，这万一要是被我们玩死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晦气，这里没人，快点动手吧，老子还等着去吃酒呢。男子见捞不着好处，不耐烦地将人随手丢在地上，女子头部重重地磕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天色骤然暗了下来，变得格外阴沉。只听轰隆一声闷响，一道肉眼看不见的白光忽闪着而来，在陈府周围转了一圈。待见到院中倒下的女子，停顿了片刻，仿佛在确定什么。系统感受到灵魂波动。第一次出任务的系统开心地转了个圈圈，找到了，不会错，这里是陈府，有灵魂波动的一定是刚穿越而来的女主了。下一秒也嗖的一下冲进了女子的脑中。举报举报，宿主报名错误，强行解除失败。一阵乱码后，很快陷入了沉寂。方才忽然闪过的闷雷吓得两个举着刀子的奴仆手抖了抖。什么鬼天线，吓老子一跳！晦气玩意儿！女人手动了动，苏锦恢复意识时，只觉得身上一阵疼痛，刚睁开眼，便看见两个恶意满满的男人举着刀子向自己脸上扎来，双目一立，翻身而起，对着来人就是一脚。这种狗东西还想来杀他，脑子被屎糊住了吧？哪个部落派来的？不对呀，他现在应该在举行少族长接任仪式，这刚被部落的巫师赐福完毕，怎么转眼就换了地方？这是哪儿？惊愣地看向四周，破旧的房檐却依稀能看出原来的模样。心下一跳，来看清四周的环境。穿越？为什么我又穿越了？他只记得当时正被大巫赐予符力。哎呀，这参加什么符那么厉害啊，竟然还能把我当场送走。苏锦一阵抓狂，还不等多想，原本躺在地上哀嚎的两人爬了起来，相互打了个手势，一左一右举着刀悄悄向着他靠近。苏锦看也没看，转身一拳砸了过去，手腕翻转，挑起男子手中的刀，狠狠地朝着他的胸口扎去，拔出瞬间直直扯向另一侧。只听砰的一声，两名奴仆应声倒地。解决完两个渣渣，头也没回，向着外面走去。他倒要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可他这脚还没踏出院子，便觉得身体一阵异样，脑瓜子也嗡嗡的。忽然脑中闪过一些片段，这是原主的记忆。记忆中，原主本是上门寻亲，竟被陈府中的那位小姐撞见，一番好言宽慰，哄骗走了证明身份的木牌。遥想期间，原主喝过一杯那小姐递来的茶水，之后便不省人事了。现在看来，那茶水明显是被下了药，不过现在首要的还是解决身体情况。想到这儿，心下一阵烦躁，想他一个现代社会的普通人，胎穿到了万兽大陆的一个母系部落，刚当上少族长，正美滋滋的想着娶夫郎呢，一转眼又回到了解放前。这穿越大神怎么竟逮着他一人薅羊毛啊？也不怕把他薅秃了？他如今要上哪儿找个小郎君当解药啊？此时申时已过，天色也越来越暗，这处荒废的院子正好靠近府外。苏锦拧眉看着旁边的院墙，双手一撑，翻身越了过去，一路不带停的向着城门外走去。越走越偏，四下早已没了人烟。忽的，苏锦双目顿时一亮，有溪流，他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溪水的清凉很快缓解了身体的不适，却也是治标不治本。要是能从天上掉下个郎君就好了。话音刚落，一道人影从天而降，水花四溅。苏锦抹了把脸，傻眼了。啊，竟有这好事儿！
老天，我还能再许愿吗？难不成大巫最后的赐福是我要什么有什么？那我要回到我的部落，我要娶夫郎。我一走，那群部落里的小郎君怕是要哭瞎了。苏锦的呼喊久久没有人回应，却在此刻耳边响起一声闷哼的咳嗽，唤回了他的注意力。他往身上猛泼了几次水，才稍缓一些，转身打量着这个一身黑衣华服的男子。这不够壮呀，这如何能帮弃主养家？还不待细看，又一阵感觉涌了上来，感觉到身体快要到极限了。他皱了皱眉头，终是按住了他。苏锦美滋滋地收拾好自己，好心情地吹了吹口哨，咂巴下嘴，还不错。看着一旁中途昏过去的男人，他没有再嫌弃，乍一看是没他们部落男人壮实，没想到却很有料呢。小模样长得还挺俊俏，他可真会长。这个娶回家不亏，他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既然辱了人家好男儿的清誉，那也是要负责的。一把将人横抱起，掂了掂，他心里默默计划，日后要好好给他补补。长胖一点才旺家呀！眼看不远处正好有个道庙，苏锦加快了脚步，铺上自己顺手找来的稻草，将人轻轻放在了庙中唯一的石板上。一阵冷风袭来，初秋的夜晚还是有些凉。他站起身，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可用的木材，还是决定出门弄些木头将火生起来。回头看了眼还在昏睡的男人，便一头扎进了夜色中。原本躺在草堆里的男人，在苏锦出门的瞬间豁然睁开了双眼，苍白的脸透着几分厉色，整个人散发着阴森恐怖的气息。他摸了摸右手的指环，单手敲击着，竟发出一阵空灵的响声。不过片刻，两道身影闪现在男子面前。属下来迟，请王爷责罚。明觉瞳孔晃了晃，淡淡的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护卫，面色虽毫无起伏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我居然回到了从前。看着曾经随他赴死的护卫，如今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，明觉确定自己这是重来一世了，还是在自己遇袭中毒之后。而这唯一不同的便是，他望着刚才苏锦离开的方向，面色又是一沉，想到刚刚的经历，眼眸瞬间赤红。那个女人她怎么敢？此时的苏锦本想捡了木材赶紧回去，哪知看见一群举着火把手拿佩刀的官兵正在四处搜查着什么，眼看就快来到此处，想了想还是决定先避开。硬碰硬倒是不怕，就是那个庙里的男人自己不是很放心，得尽快回去才行。他找了棵高壮的树，几个攀爬便窜到了树顶，一炷香之后，看着火把的光点越来越远，苏锦一个跳跃顺利着地，拍了拍手，抱着一旁的木材飞一般的向着道庙前行。苏锦推开门时看到的便是徒留一地稻草的空地，而男人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哎，我夫郎呢？我那么大一个夫郎呢？走啦？苏锦错愕，仔细看了看，瞧这脚步印记是自己离开的啊！这到手的夫郎就飞了？看来是瞧不上他呢。她一个大女子，何愁找不到夫郎啊？既然人都走了，她就更随意了。毕竟刚才那事儿也算是力气活，还是怪累的呢。咂巴咂巴嘴，回味了一番，往草堆一躺，直接呼呼大睡啊！这心也是相当大了。苏锦站在路边，不时地踢着石块。原主身上现在连一个子儿都没有，自己得想想办法弄些银钱才行。正在苏锦发愁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。只见5、6个高壮的男人挥舞着鞭子齐城而来。待这几个壮汉看到只身一人的苏锦时，瞬间双目放光，几人一跃飞身而下。瞧啊，兄弟们，我们这是出门遇到了稀罕货。这模样啊，一着实邋遢了点啊，但是这小脸儿，哎呀，还怪嫩的啊。这小娘子一个人在这晃荡，
难不成是在等我们兄弟几个？其余汉子闻言皆是哈哈大笑。苏锦双目一亮，真没想到自己刚才感叹没路费，这就有人送来了。想到这儿，嘴角渐渐勾起，笑得比他们还猖狂。小娘子笑什么呢？啊，是瞧着我们太高兴了？走，我们去那边让你仔细的看。说着便直接向苏锦伸出了手。苏锦挑眉，一把抓住手腕处，狠狠一折，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，随后便是响彻天际的惨叫啊！向着另外几人勾了勾手，剩下的几个汉子双眼一立，便一起冲了上来。他们几个难不成还打不过一个小娘子了？结果是还真打不过，几人被苏锦飞起两脚，接连踹翻在地。贱人，找死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哟，不放过我，你算哪块小饼干啊？行了，女侠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对，不敢了，女侠饶命啊！哦，那就先说说你们是何人，做什么的？我要听实话，否则……是，我们说，我们是那个九轩山上的义士，路经此地，才遇上了女侠您。义士就你们，我看盗匪差不多。苏锦见状，想也没想，一鞭子就抽了过去。别打了！我说，我们是盗匪，现在山上还有好多兄弟。苏锦神情凛然，转身打量了下这几人的马匹，颇为感兴趣的找了匹看得顺眼的，翻身而上。带路。女侠，这是去？对，去你们的土匪山见识见识。一个弱女子能走多远？还是那种情况下，一群废物。下方的奴仆身子抖了抖，不敢开口，头低得更厉害。都怪这具身子的原主，真是蠢货！在得知那女子真实身份的情况下，不直接将人解决了，还让她逃了，就算是下了药又能怎样？只恨我来得晚了一步，否则定要当场斩草除根。自从他那日从这具身体中醒来，便一直感觉闷闷的，像是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。看着如今的富贵生活，陈新月眼中闪过一丝狠戾。只有陈府这样的勋贵之家，才能做我的登山之梯。陈新月心下有些不安，那个女人的眼睛跟她如今的娘亲很像，必须尽快找到她，以绝后患。苏锦翘着腿坐在大堂的主位上，一手拿着烧鸡，吃得津津有味儿，看着下方浑身是伤跪坐两排的盗匪汉子们，点头数了数，很好，一个没少。一家人嘛，就是要整整齐齐了。刀疤男几人早已神情麻木，他们是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引狼入室。去，把你们这些年的账册给我拿来。盗匪头子模样的中年男子捂着伤口，刚想说他们土匪窝哪来的账册呀？苏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男子咽了咽口水，赶忙应是，一瘸一拐地拿着一个破旧的册子走向苏锦，他努力挤出一丝谄媚的笑。女侠，都在这儿，您看看。苏锦踱步到他跟前。我让你笑了吗？盗匪头子面容瞬间扭曲，下意识便要出手还击。苏锦抬手又一个巴掌，啪的一声甩了过去。你又打我啊！我听个响不行吗？说罢，不再管他眼中如何喷火，苏锦悠哉地翻着账册，瞧着这狗爬的字迹，果断将册子丢在了男子身上。念。苏锦沉着脸，一边听着盗匪头子愤恨的汇报，一边思索着要怎么处理这些畜生。本来就想闲来无事找乐子，赚点路费罢了。待看到后院还有一群被掳来的女子时，苏锦便知道这是不能轻易罢手了。想到此，一脚踢在盗匪头子胸口，眯了眯眼道：这些年生活得很滋润啊，一个山寨竟能敛去这么些钱财，没少做坏事啊！狗东西，给我好好跪着去！
男子颤颤巍巍地爬起来，赶忙跪好，不敢吭声。苏锦一个翻身，便大步朝着后院而去。此刻，后院的女人在见到把他们救出狼窝的苏锦过来时，立刻迎了上去。苏锦没有废话，对这些深受磨难的女子而言，沉默便是最好的安慰。那些匪徒都在大堂跪着，他们的命我交到你们手里，你们要杀要剐随意，山寨所有的钱财都记录在这里，你们自己分配了去。今日之事，我当未曾遇见，再见各位也都是陌生人。苏锦骑上自己唯一带走的马匹，远远的看着山寨火光直冲天际，叹了口气，自己也该回家了。等等，陛下等等！苏锦闻言，看着向自己跑来的女子，面露疑惑道：“何事？”女子并未回答，只是直直的朝着苏锦跪下，头重重地磕了下去。女子容貌颇为出众，看得出是富家教养出的小姐。谢谢你在我最绝望时将我拉出深渊，我不能死，在仇人未入地狱时，我绝不能死。苏锦心情有些复杂，看着女子眼中彻骨的恨意，怕是事出不小。他没有多问，只知道需要捎带你一程吗？山寨的马匹已经被众人瓜分，这些寨中女子也都一一离去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山下商铺有家中暗哨，我叫傅清理，想来也不会再见了。自己呀，可是要回村种田的人。小二，马喂点饲料，再来间房，打点热水饭菜过来。好嘞，客官里边请，这就为您收拾。苏锦脱去衣衫，踏进了浴桶中。浸在热水的瞬间，他不禁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可当他抬手看到手上的疤痕，苏锦面色有一瞬间的怔愣。这道疤痕，他确定前些天还没有呢。这疤他太熟悉了，是上一世自己第一次参加狩猎队出任务时被巨齿兽偷袭所致，如今却出现在了这具身体上。难道他是身穿？不过他能感觉到这具身体各方面都在慢慢向着前世的自己靠近。不管了，反正长得都一样，也许两个都是他呢。夜里，苏锦睡得正香，却忽然听见断断续续啜泣的声音。刚开始还很小声，渐渐的变成嚎啕大哭。苏锦青筋暴跳，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。谁在哭？给我滚出来！出不去了！我去，什么鬼啊！我才不是鬼，我是系统2250。系统气呼呼地白了一眼苏锦，都是这个女人，害得他现在脱不了身。别哭了，到底在哭什么？先把事情说清楚。系统被苏锦的呵斥吓得顿了顿，闪着泪花，抽抽噎噎地向着苏锦说起了自己的来历。听完，苏锦一阵头大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傻子？所以是你绑定错了宿主，现在也没法离开了？对，我的积分都用完了，也没法解除。你是什么系统？比如什么攻略啊、逆袭啊？你是哪一类？我是宫斗系统。那小语气还颇为骄傲。宫斗啊，那你是没戏了，只能跟着我去种田喽。种田？可我不会啊，我只会宫斗啊。我看看，我只有美白环、毒丹、魅力药水啊，我没有种田工具啊，这也太难为我了。苏锦心想，得了，这还是个哭包。好了，谁指望你种田了？反正你也走不了，就跟着我吧，陪聊会吧。就这么个小蠢货，他还指望他能做什么不成？只要别再嚎了就行，当养个电子宠物得了。可是睡了，别再给我哭了，自己一边玩去。系统咬了咬小手绢，不敢再吱声。再睁眼已过午时了，看着外头天光大亮，他伸了个懒腰。他已经打听好了，照目前行程，再骑乘几日便能到原主家所在的丰原县了。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。而苏锦担心的远在丰原县下西村的苏家，此时正在经历一场巨变。我的儿啊，你要有事你让娘怎么活呀？出门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断了腿呢？秦氏看着被人抬回来断了一条腿的大儿子，整个人瞬间瘫软了下来，双手捶胸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紧跟而来的村正看着这场景，也是紧紧地皱起了眉头。这苏大郎看样子是废了。这苏老头几年前便过世了，
秦氏一人把3个儿子和1个养女拉扯长大也是不易。但是近来苏家不知道是怎的了，这一家子唯一的劳力就这样倒下了，可谓是霉运连连呐。先是那个苏家养女，也就是苏锦无故失踪，虽然后面秦婆子说是去寻亲了，但是大家也都当是没了这人。再后来便是如今苏家的3个儿子，苏大郎被人打断了腿，苏二郎是这个家里唯一的文化人，14岁便考上了童生，可是也止步于此了，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。苏三郎这才10岁，还是个屁大点的孩童，也不能顶事儿。苏家唯一能顶事儿的劳力便是苏大郎，如今却成了这样，这个家怕是要散了。唉，要是那个养女还在，至少还能帮衬一样，如今这孩子白养喽。果然女娃子就是靠不住啊。门口围了一圈村民，见到村正出来，忙上前打听情况，得知苏大郎残废了，皆是唏嘘不已。这苏家的天算是塌了。一个骨相高壮、塌鼻小眼的妇人扛着锄头，看着那么多村民围在自己家门前，顿时心中一跳。他忙大步跑上前，粗声粗气地问道：怎么了？你们都围在我家门前干啥子？话音刚落，便清晰地听见了自家婆婆的哭喊声。妇人一愣，不等答话，猛地推开前面的人，冲进了家门。娘，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看我不一锄头锤死他！待看到自家汉子伤了一只腿，躺在床上那刻，脑子嗡的一下，仿佛晴天霹雳一般。当家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门时还好好的，怎么就老天哪，不给人活路了呀！启禀王爷，那处匪窝属下们到时已是火光冲天，里面的匪徒无一生还。至于傅清灵，据来报已秘密被带回了承恩公府，并无大碍。说罢便恭谨地退至下手，等候主子指示。找个知情人问清原委，这是出了变故啊。承恩公府是他的外祖家，也是现任皇后傅后的母族。上一世的傅清灵惨死在外，被寻到时早已年迈的承恩公一个悲痛梗了过去，直至皇后被废，满族下狱。名爵紧了紧拳头，微垂着眼睑，黑色的瞳孔布满幽深，周身都凝聚着阴沉的气息。连着赶路几日，总算在3日后赶到了位于延州府下的丰原县。宿主，你真的打算以后都留着种田呢？当然了，我这种大女子最适合种地了，一锄头下去，又准又狠。系统无奈了，苏锦按照原身的记忆，一路找到了下西村。此时的苏家却是不太平，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手持木棍的壮汉。今儿啊，也不能白跑一趟。你们若是再拿不出银钱来，我便把这间房契留下，什么就全都给我丢出去，选吧。造孽呀！大儿子被他们打断了腿，现在连最后的房契都保不住，这以后要怎么活呀？当家的断了腿，本以为已经是最大的噩耗，谁知没2日便有几人登门要债，说是苏大郎在外欠下了赌债，才被废了腿，如今债也还是要还。可卢氏却不信，他的男人为人最是老实敦厚，但是这些人拿出的借据手印又做不得假，20两银钱，这是在要他的命啊！给我砸！拿不出钱来，把地契留下，人滚蛋！让你们欺负我娘，我打死你们！后面闻声，一个3岁的女娃扶着门槛嗷嗷大哭啊！他娘让他们留在偏房，不要出声，可是他太害怕了。几个赌坊汉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早已是没了耐心，一脚就把面前的男娃踢翻了过去。钱是你们欠的，还不起就不要赌，现在赌输了却想赖账，你倒答应我是跑过来跟你们闲聊呢啊！也别怪爷不讲情面，爷呢只要地契，屋内的东西你们可以带走。走近的苏锦听到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个，心瞬间沉了下来，也大致明白了原委，伸手推开了这令他陌生又熟悉的木门。小锦，是娘的小锦回来了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可知道娘找你找的多苦啊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说到最后，声音哽咽着，抱着苏锦痛哭起来，带着无尽的心酸委屈，双手死死地扣住，似是怕苏锦再不见了。哎呦，这是你姑娘啊，这长相啊！哎，不用还了，不用还了，只要把她带走，你们的债呀全都抵了。
三爷双眼一眯，打量着这突然出现的女子，越看越满意。你做梦！三爷抬手就想教训这个不长记性的妇人。苏锦本想跟他好好聊聊，但是这会儿子见他想对自己老娘动手，他没有废话，飞起便是一脚，抡起地上的棍子，对着其余几个就是一顿猛揍。顿时整个小院又是一阵哭嚎。不过这回子叫的对象换了一下，苏家几人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幕。老天爷呀，这怕不是在做梦啊！苏锦何时这么能打了？这个宿主武力值貌似很高，不会家暴我吧？喂，说说这里头怎么个事情，从头说来。哎呦，姑奶奶饶了我吧，我只是个收债的。少废话，字据拿来我看看，谁欠下的，何时何地因何，全都给我说清楚了，否则你们今日怕是出不了这个门。几人抖了抖，忙把字据递了过去，然后道：姑奶奶，这可是苏大郎画的手印，千真万确的事儿，这种事儿我们可不能作假呀。他的腿是我们打断的，但是也是事出有因呐，还请姑奶奶。腿断了。说完，将人往地上狠狠一丢，大步朝着苏大郎的房间走去。身旁惊异万分的秦氏见状，连忙跟上，苏家众人也都紧随其后。大哥，是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好，回来就好。娘她很想你，大哥也想你。记忆中，这个大哥对苏锦向来疼爱，不是嘴上那种，而是一直默默任劳任怨。他的心有些闷闷。大哥，我问你，那些债是你欠下的吗？只要你说，我就信。不是我没有赌，大哥没赌。是，我相信大哥没赌，我信。小姐，你要信你大哥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再清楚不过，他不会的。是啊，你大哥他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。可是那个手印又确实是他画下的。锦儿，娘不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娘知道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帮帮你大哥，他怕是不想活了。娘，大嫂别怕，我会解决的，你们在这别出去了。可是秦氏哪里放心自家闺女一人面对那么多汉子，大步追了出去。外面的人早已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。你们可曾亲眼看见苏大郎入了赌坊，亲眼见他画押？若是我大哥所为，这个债我还，但是若不是，那么我也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姑奶奶，我确实没有正面见过苏大郎去赌坊，他多是包着脸面，但是我们见过他的背影是不会错的。背影？仅仅只是背影？况且那个借据上写的就是苏大郎，也是他的手印。这么看来，他大哥多半是被人诓骗了，当了替罪羊。娘，你可知有谁和大哥身形相似的？和你大哥像的，那要数苏家二房的那个苏良，他们可是嫡亲的堂兄弟，难免会长得像。随后很快反应过来苏锦话里的意思，你这个意思是说是苏良？小姐，记得前阵子有天他把你大哥叫了出去，回来时你大哥已经醉得不省人事。当时我还在想，平日不往来的人怎么会平白无故请你大哥吃酒？原来是在这儿等着。听到了，去几个人把苏良带来，能办到吧？能带到，我马上让他们去。片刻不到，人就被拖着带了过来。说来也巧，几人刚出门不远，便在附近的树桩后面见到了一个不时往苏家探头的男子。一问之下，才知此人就是苏良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没钱帮苏大郎还债。看这来的速度，你就在这附近看看，认识这些人吗？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这刚回来就到我这耍威风，这是过不下去了又跑回来了？我在赌坊周围见过他。他的身形倒真的与苏大郎有几分相像，面容也有隐约神似之处。你欠下赌债，便想到了李代桃僵之法，诓骗我大哥醉酒为你签下借据，是与不是？不是，我没有欠赌债，是苏大郎自己行为不端，怎么能怪在我身上？宿主他在说谎，他的心跳好快。金猛地上前，一拳重重地砸在了苏良的肚子上，像是拖着死狗一般，一步步地走向三爷。既然他不肯认，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，带回赌坊，找到见过他赌的人，就算他再如何小心地藏头缩尾，也总有人跟他打过交道，一旦确认，那就原地打死。你好恶毒的心，我爹娘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三爷等人现在得知弄错了人，那这个女人
打是不会放过他们。看到有出力的地方，赶忙点头。放心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办妥。我不去，不去，我认，是我做的，是我诓骗了苏大郎，让他带我安的借据，是我欠的赌债，我都认。对了，我爹娘会帮我还钱的，你们放心，饶了我吧。是啊，钱能还，可大哥的腿谁来还？苏罗，盘他！嘿，狗东西可真坏！苏锦向着扒着门缝偷偷望着的苏家小弟苏年招了招手。10岁的少年愣了愣，见是在叫自己，连忙噔噔噔跑上前。你找我干嘛？能跑一趟村正家吗？顺便把老苏家2房的人也都叫来，如果问起来就说苏良要被人打死了。苏年愣了愣，迅速反应过来，脑袋使劲的点了点，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这是怎么了呀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放开我儿子！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这位壮士，不知我们村这苏良犯了何事啊？有话好好说啊。这狗东西厉害着呢啊，将我们兄弟耍得团团转。你们村不大，透支出了个狠角色。狗东西自己说，这三爷怎么这会儿看着顺眼了一丢？果然恶人还是要恶人来磨才过瘾。垃圾只要放对了地方，就还能有些用处。我这混蛋，放过我吧！不敢了，赌债我爹娘会还的。你们找他们，找他们。这苏大郎才因为赌债被人断了腿，这苏良怎么也沾上了？这苏良平日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也会这样。他见也差不多了，走上前。有些话苏良可能没脸说，那我来替他说。这次请各位来，也做个见证。我大哥苏大郎前阵子因欠赌债被断了腿，实则却是苏良欠下的。借着大哥与其身形相似，将人灌醉，诓骗他画下了借据，才有今天这出。你胡说！我让你胡说！我打死你这个贱人！苏二牛见自己婆娘被打，抬手便向着苏锦冲来。苏锦看着一个个的没完没了了，旋身一脚将人踹飞了出去。混东西，脑袋扛肩膀上，累了可以拿下来歇歇。这一幕吓得周围村民连连惊叫。我不想再听废话，他自己也认了。这回我让你们来，不是听你们啰嗦的，我是让你们看着他的下场。你饶了我吧，我不敢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。我还不上赌债，他们会打断我的腿的。苏良，你丧良心，你怎么能做出这般歹毒之事？我儿已经知道错了，他从小就听话，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。饶了他吧，钱我们会还。哎呀，都是亲戚，说什么打打杀杀的。小姐，你这太不像样子了啊！现在刚回来就对长辈动手，这次的事儿啊，我看就算了。你苏良哥他也知道错了，这银钱我们帮着给一个女娃，别出去瞎晃了。苏二牛摆出一副教训晚辈的架势，对着苏锦就是一顿训斥，好似已经忘了那个断了腿的苏大郎。只字不提，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。听言已经是拿起手中的木棍，对着苏二牛便是一顿砸。我儿子断了腿，苏良想这么了事儿，我告诉你没门儿。苏锦赶忙对着三爷几人冷声道：我要他2条腿，就现在。我的大哥断了1条，你就赔上2条，公平。三爷几人早就在等苏锦的吩咐，闻言毫不犹豫，便连续2棒子狠狠地砸在苏良的腿上。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！那个苏家女娃，差不多就算了吧。这苏良也付出了代价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大郎腿找个好大夫治一治，没准还能有救的。知道哪里有好的大夫吗？去请来。我大哥腿若是治好了，这事便罢了；若是好不了，那你们怕也没好日子了。姑奶奶，这都是误会呀！不过您放心啊，苏大郎的腿我们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。说着带着几人飞奔着向镇上跑去。系统能定位到那几个人吧？我只能感知到方圆1里内的。对不起宿主，我没有积分了，现在就是个废桶。唉，1里就1里吧，这个小蠢蛋要真有本事也不会把自己折腾到这地步。
小锦，你大哥的腿真能治好吗？娘，别怕，这里的大夫治不好，我们就去找更好的，总会有办法。锦啊，你跟娘说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何现在会……苏锦张了张嘴，不知要如何解释，还能说他不是原主？说原主是想要荣华富贵吗？见苏锦有些犹豫，忙拉着他道：“娘不问了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正在此时，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向着苏家行来。只见一穿着长衫的男子焦急地跳下骡车，向着苏家奔来。推开家门，看到的便是他娘和一位背对着他的女子正在躬身收拾院子。我这是回来迟了。大哥出了那样的事儿，竟没有一个人想过通知他。苏策知道娘是怕自己误了学业，可他好恨自己无能，恨自己只会拖累他们。二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娘，我不去四书了，以后我会照顾大哥，大哥能做的我也可以。你说什么混话？你不读书你要做什么？这个家为了让你能安心读书，付出了多少？你这是想气死我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我太弱了是吗？我不想再拖累你们，大哥如今这样也需要人照顾。娘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大哥的腿我会想办法，二哥你安心读书。这是苏锦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日后不要再一声不响的就离开，若是再那般就不要再回来了。我不会再那样了。来了，大夫我们请来了。姑奶奶您看。三爷气喘吁吁地搓着手，笑得很是谄媚。苏锦没有理会，忙带着老者进了里屋。半晌之后，表情严肃地摸着自己的胡子，这才转头看向身后的苏家人。他这伤时不短了，有些地方骨头都粘连住了，不过倒也能治，就是要费点功夫，要先正骨，人要受罪，用药很讲究，所以你们有个心理准备，若是治，这药材怕是不便宜。莫大夫看了眼家徒四壁的苏宅，不能平白给人希望，还是把话说在了前头。治，不管多少都治，麻烦莫大夫开药。送走了莫大夫，苏锦一家子总算聚在了一起。大哥的腿肯定是要治疗的，至于银钱，我自会让那群毒坊的人来出，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一些，总不会耽误了治疗。大妹，以前是嫂子不对，我不该说你懒，不该私底下骂你，以后你就是嫂子的亲妹子。苏锦见他娘也想再说些什么，赶忙打岔道：“娘，我饿，家中可有什么吃的？”有，娘这就给你去拿。想着家里仅剩的半袋苞米馓子，秦氏心中一狠，决定都给做了。折腾了一天，今天就吃顿饱的。娘，我来。别看卢氏身材壮实，但是手脚却是意外的麻利。添柴起火，烧水淘米，一气呵成。没一会儿功夫，饭做好了，也就是普通的一碗苞米粥，却是苏家近来最好的一顿。此刻妞妞不时地往木桌上看，那满满一盆的苞米粥，真是眼睛都瞪直了。以后我给你弄更好吃的。苏锦望着这一贫如洗的家，看来致富是迫在眉睫了。娘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说着，随手捞起一个竹筐，大步朝着门外走去。早点回，这天黑得早。苏锦一路循着山路上山了，外围一圈基本都是些杂草灌木，村民多是在此活动。他看也不看，径直朝着林间深处走去。系统，帮我扫描1里内的活物，记得通知我。好的，包在我身上。苏锦沿路记着路线。宿主，我发现了一窝兔子，就在前方400米，快收了它们！有大型生命体靠近，扫描中。宿主，是野猪，要逃吗？逃什么逃？猪肉它不香吗？这宿主怎么这么忙？这野猪体型颇大，10来个壮汉都不一定吃得服。苏锦神态自若，只见一头大的肥猪嘶吼着向苏锦冲来，猛地一拳重重打在野猪头上，哐哐哐就是几拳，没几下，野猪身子瞬间就僵住了，砰的一声，轰然倒下，便没了声息。宿主你好棒呀！你打人厉害，但是打猪更厉害呢。唉，就这一头野猪，有什么可厉害的？没见识的小东西。苏锦本打算就这么拖着野猪下山，哪知意外惊现突变，这硕大的野猪竟在自己眼前突然消失了。系统看着愣住的宿主，捂着小嘴儿，嘿嘿直笑。小蠢蛋，你竟然还自带空间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哼，我生气了，口不好的那种。好了，我不该叫你小蠢蛋，叫你250总可以了吧？你还有什么功能，一次性说了，反正你也走不了了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我厉害着呢，
作为宫斗系统，我可是有必备的技能。虽然没有积分了，但是我这还有新手礼包的。不是我之前不说，是这个礼包你也用不上啊。里面有解毒丹、体香丸、魅力药水、媚眼，这些基础宫斗装备都是最低级的。想要高级版，还要完成任务用积分换。可你又不愿意入宫，这些对于你来说能有什么用？你生气了？那倒没有，毕竟你也算是白捡来的，本来就不指望你能做什么，有更好，没有也无所谓。但是我想你也知道，你如今既跟了我，这种事儿只可一不可二。苏锦面容带笑，说出的话却带着冷意。我再也不敢了，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了，礼包的东西都在呢。这会儿天色已经暗下来，眼见苏锦出去还没回来，秦氏不免有些忧心，时不时的向着门外看去。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这是回来了。瘪犊子的，秦香莲，给我出来！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咋来了？你个丧门星，还知道叫我娘？你是当你娘我死了是吧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声不吭。要不是我今天过来镇上，听到传言，你是不是打算带着我几个大外孙去要饭呢？嫌你娘老了，管不动你了是吧？娘，哥他们也不容易。这些年为了接近我，嫂子们闹过多少次呀？这事儿啊，不是之前几文钱的事儿啊，我开不了口，也不能开口啊，娘。秦氏声泪俱下，将近40的人在自己老娘面前哭得像个孩子。张婆子叹了口气，她又何尝不知道，就算女儿开口了，家里也是拿不出，但是她就是心疼。粗糙的右手缓缓从怀里掏出一个麻布包裹，这些你拿去，大郎的腿要花不少钱吧？别给老娘整那套，我都不想说你，但是你得想想大郎。秦氏知道自己不该拿这些钱，但是家里现在真的已经没钱了，深吸一口气接过了钱。谢谢娘。嘿，少给老娘整那套，我是给我家大郎的，我回去了。娘，你别走，这么晚了不安全，在这睡吧，明儿一早啊，我让二郎送您回去。二郎也回来了。看着老娘怒视的目光，秦氏很清楚张婆子在气什么，赶忙道：是啊，今日下午回的，不过我明日就会让他回去读书，耽误不了。哼，算你心里有点数。这二郎是个有天赋的，那会儿才14岁就中了童生，整个镇上也没几个。如今没中秀才，那也是运气不好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娘，我晓得，明日我就让他回去。对于农家人来说，读书是一件高尚的事儿，毕竟这是他们改换门庭的唯一出路。系统，帮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人。扫描中，宿主没有人，需要现在把野猪放出来吗？摆在地上吧。好的。看着空无一物的地面，骤然出现的野猪，苏锦不由得晃了晃神。尽管不是第一次见到，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苏锦将一只足有300斤的野猪径自扛了，丝毫不带喘气儿的健步离去。系统淡定地打出一串666呀！苏锦将野猪摆在一旁的树下，朝着苏家叫道：娘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晚呢？走时不是让你早点回吗？快，我给你烧了热水，去洗洗。我上山了，耽误了一会儿。说着，顺手把自己的竹筐递了过去。兔子，这哪来的兔子？你上山逮的？哎呀，那山你可不能深入啊！往年去的就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，里面有猛兽吃人的。听到秦氏惊叫，苏家几人除了苏大郎都出来了，就连张婆子也从里屋走了出来。一群人围着兔子连连打量，苏年也不似最初的小大人样，踏着竹筐和妞妞两人时不时戳一下，很是开心。姐，你好厉害！对于这个懂事的小弟，苏锦还是很喜欢的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着道：这就厉害了，等会儿还有更好的哦，还有比肉更好吃的。我不信。但当众人看见门前树下的野猪时，是真的傻眼了。我的乖乖，这得多少肉啊？还愣着干啥？搬呀！我来，你们让开着点儿。说着，一把扛起野猪就朝着苏家院子走去。苏家几人都目瞪口呆的愣在了那儿。景啊，你告诉娘，你这在外咋变成这样的？没什么不舒服吧？我只是以前隐藏的好，天生就这样，怕别人当成异类，就没说过。这次出门遇见位老先生指点了我一番，可能我天赋好，学得比较快吧。苏锦对着众人笑意盈盈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
是不该说，女娃子力气大，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以前这么做就对了，好孩子。你告诉老，你这野猪不会是你一人打来的吧？是的，老。小锦这是出息了，你娘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老太太哈哈大笑，转身扭着腰，指挥着秦氏、卢氏将野猪烧水去了毛。你这次回来变了很多，重要吗？这个家在变好，不是吗？苏二郎闻言低下头，转开了视线，没再说话。二哥，明日还是回私塾吧。你也看到了，家里有我，不会有事儿的，别让娘担心。大哥如今这般，家里还必须要有一个男郎顶着，我也是有些用途的。嘿，什么叫需要男郎顶事儿啊？我一个大女子，还能比不上个男娃不成？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好好读你的书，一个男娃不读书，还能有什么出息？苏二郎低沉的情绪被这突然暴躁的人瞬间打散了，但是在苏锦飞来的眼刀子中，沉默地低下了头。唉，这有的人就是不能温柔地好好说话，得打着说才行。姐呐，你这猪肉有啥子打算？留点家里吃，剩下的都拖去卖了。老，您走时我给您挑个腿带上。你瞎说个啥子？你大哥那腿还等着，这可是救命钱，怎么能自家霍霍了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！苏锦光速认怂。是，您老说的对，我这不是见识少吗？还是需要像您这样的长辈出主意。不过老，我这里确实有足够大哥治腿的银钱，您看看我们这一家子面黄肌瘦的，不补哪行啊？你哪儿来的银钱？张婆子狐疑地打量着苏锦。你们都没发现吗？咱们门口那匹马呀，是我带回来的，我准备明日去给他卖了，换来的银钱想来足够大哥买药的，就算不够，我还能再去打猎，没必要亏了家里人。更何况苏锦从头到尾都是准备让毒坊三爷那群人掏腰包，哪能这么便宜他们？不过这话他没有明说。那是你的马呀，我当是那群赌坊的人起来的嘞。那剩下的猪肉还得麻烦姥姥跟娘亲明日寻个靠谱的肉酱卖出去，我明天准备去趟县城为大哥取药。你尽管去，这事儿交给我。张婆子看着苏锦这么有打算，也不再拦着，那就等着吃肉吧。晚上本来是不打算再开火的，看着一家子眼巴巴地望着，两个孩子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算了，早吃晚吃都一样，给孩子们解解馋吧。几人都是做饭的好手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肉的香味儿就飘过来了。苏锦使劲嗅了嗅，想想就心酸呢。自从穿越过来就没吃过几顿好饭，现在肚子又开始咕噜噜叫了。妞妞也不看大马了，哒哒哒的跑进厨房，凑过去讨好道：娘，饿，想吃。你个小饿死鬼投胎啊！下午那碗粥进了鬼肚子了。秦氏看着自己小孙女这副馋样，没好气的笑骂道。妞妞咧嘴就笑，她奶虽然骂她，但是从来没打过她，所以她一点也不怕。等一家子全部齐聚饭桌时，已是虚实，可是没有一个有困意的，全都双眼直勾勾的看着桌上那一盆炖肉。秦氏给每人碗里都打了一碗汤，苏大郎的那份单独留了出来。行了，都吃吧。娘，您多吃点。说着，秦氏又往自家老娘碗里塞了块肉，是顶顶好的大肥肉。话音刚落，也没人再客气，就见桌上顿时一片风卷残云，被烫得嗷嗷叫，也舍不得吐出来。哪怕没什么调料，也只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神仙吃的，再美不过了。第二日，苏锦特意让系统叫了自己，起了个大早。他今天可是很忙呢，得去县城看看，要先把大哥的药配齐了再说。卢氏早早便起了，自己抱着一盆衣物在院中浆洗着。这会儿子看见苏锦，扬声便道：小姐，你那衣物一起拿来，嫂子给你一道洗了。谢谢嫂子，我等会儿去县城，你帮我跟娘说一声。谢啥，顺手的事儿，等娘醒了我就告她。他自己没啥本事，也做不了什么报答小姑子的，洗点衣服算啥，出点力气的事儿。下西村去往附近的镇子并不远，也就是1个时辰，但是苏锦这次要去的是更远的丰原县城，要是光靠走的，没个半日是到不了的。拍了拍从山寨一路骑回来的黑马，得亏自己有先见之明，不然就得走着去了。
姐，这张药方上的药材看一下都可有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药铺的学徒拿着单子去到后台一一核对，发现这些药大都不算便宜。瞅了瞅这姑娘穿着一副农家女扮相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包了一副拿了出来。姑娘，这药我给你包了一副，50文，你看是要与不要？这个药方开的应是外服断骨的，价格自是不便宜。药，再帮我来20副。这药大夫叮嘱过，要一直服用半个多月，再根据情况更换方子。想来买这么多应该是够了。好嘞，这就给您包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颇为精致的马车停在了药铺门外，一位面戴围帽纱帐的女子映入眼帘。坐在车辕上的婢子先跳下了马车，准备接包厢，将你们冯大夫请来。说完，扶着他家小姐径自走了进去。小姐，这次冯大夫会愿意接诊吗？要我说，就应该将他绑了去，哪有要小姐亲自上门的道理？您可是知县的千金呀！好了，既然都来了，就等着吧。他既然敢拒绝上门，不怕得罪县衙，就定是个有倚仗的。我这张脸如今只能指望他了，万不可将人得罪。他摸了摸自己这张脸，心中很是愁苦。若是连京城来的冯大夫都不能治，那自己怕是。不久，一位年约30、面容儒雅的男子疾步走来。见过江小姐，不知您这番到来是？冯川心里很清楚，这位知县千金所来为何。他也曾推举过2次知县府上的腰斩，不是他不愿意去，而是他确实没有办法。冯大夫应心知肚明才对，还望救小女子一命。我这张脸若是好不了了，她也无颜活在这世上。女子的容貌何其重要，何况她还定有婚约的。若是这脸好不了，怕是这婚约……恕在下无能为力。小姐这病，别说这丰原县，怕是整个京城都无人敢治，也无人能治。江如烟见他神色坦然，不似在说假，心口一滞，倒了下去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，小姐？快将她扶进里间躺着。婢子心乱如麻，颤着手将小姐扶了起来，一个不稳，险些绊倒在地。可他一人也抱不动自家小姐，这冯大夫还是男儿身，这如何能让他靠近呢？冯大夫冲着外面看了眼，径直走到苏锦面前道：“在下回春堂大夫，能否麻烦这位姑娘帮忙搀扶个人？你今日所取的药物分文不取。”苏锦闻言，想到刚才进去的那2位女子，笑着点了点头。随着冯大夫入了屏风后间，苏锦上前一步，一把将人横抱了起来。冯大夫领着人便进了内堂的卧间。苏锦将人放下躺平的瞬间，女子的帷帽被扇起，他一眼便看到了这女子脸上的情况。看热闹的系统也假模假样的叫道：“这是毁了容啊！这么多坑洼斑点，可怜哟！”婢子见状，赶紧将小姐的帷帽盖好，瞪了一眼苏锦，语气不善的道：“管好你的嘴，我家小姐可不是你能在外面说到的。”苏锦一眼便瞪了回去，当他不会似的，还不待他有所动作，便感觉到自家小姐的手动了动，他顿时大喜：“小姐，你怎么样？可要我去通知老爷？”“不用，我起来。”江小姐，对不起，是在下把话说得太死了。你这脸呢，或许请这个江湖中的一些隐士医者，还是有治愈的希望的。江如烟本来还以为会听到什么意外之喜，哪知这比刚才打击更大。隐士医者若是好求，自己早就不会在此等候了。顿时心如死灰，不再有所期盼，扶着婢子的手，一步步往外走去。在路过那片荷塘时，他脚下顿了顿，眼神直直地望着。咱快溜了吧，这明显是要出人命了，怕是不想活了。苏锦又何尝没看出，打量了一番这对主仆。千金小姐呢？这不是送上门的生意吗？宿主，你不会是想……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她很合适，不是吗？宿主，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苏锦既已打定主意，便向前一步，直言来意。有些话我想与这位小姐私下聊聊，关于你的脸还是有希望的，只是不知你愿不愿意听。放肆！他当他是谁，敢这么对小姐说话？我还放5呢，我跟你家小姐说话，少插嘴，一边去，小心我揍你哦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自然，你若是信就跟着来，若是不信，你就继续准备跳下去吧。不过呢，我劝你一句，世事无绝对，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。
看来你还没有放弃自己。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若是我能去掉你脸上的东西，你能出什么样的价？只求财。系统，他这个脸是驱运那个药丸，几时有效果？1日就能看见变化，身体会代谢出去。他这倒是像是中了一种轻微毒素，长期堆积体内，外泄入脸所致的。若是不找到源头，怕是还会再犯。若是你所言非虚，真能除掉我脸上这东西，我愿意出价1000两银子。不知姑娘可满意？他其实并不抱什么希望，这也是目前手里能拿出的所有了。1000两，行吧行吧。说着，苏锦假意从怀中摸了摸，实际是从系统中取出一枚玉色药丸递了过去。姑娘这是给我服用？对啊，吃了明日就能看到效果，信与不信但凭选择。江如烟有所犹豫，还是伸手接住了药丸，小小一颗，泛着淡淡光泽，是他从未见过的。长得这般模样，怕是一场珍贵之物。他定了定心神，若是连死都不怕了，他还怕吃个药丸吗？当下仰头吞了下去。说来也奇怪，入口便瞬间感觉到一阵清凉。江如烟心中忽地升起一股希望。多谢姑娘，虽不知这药效如何，但是这般珍贵样式，怕也是稀罕之物。今得姑娘相助，必不敢忘。银钱我会让下人送来，不知姑娘可有定所？没有，待会儿还在这铺子见吧。好，多谢姑娘。说着轻轻颔首，便朝着门外走去。提醒你一句，你这脸是长期服用一种含有轻微毒物的东西所致，若是找不到源头。江如烟身子猛地顿住，眼眸低垂，捏着衣摆的手紧了紧，没有言语便迈出了房门。他没有说信或者不信，因为他心中早已经有了思量。小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那个粗鄙的农女没把你怎么样吧？这种仗着小姐心善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我见多了，你可不能给她骗了。要我说，就该把她……闭嘴！秋水连忙低下了头，不敢再言。苏锦坐在车辕上，对着天空吹着口哨，很是惬意。买来的东西他倒是想让系统帮着收起来，但是到家以后怕是不好解释，还是订辆车厢比较合适。此后再无顾忌，一路兜兜转转，订了布匹、吃食、盐糖，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身衣裳，还特意给苏二哥买了副墨宝，但凡日常用得上的都买了下来。反正他瞧着苏家那是样样都缺，瞧着这一马车的东西，苏锦很是满足。难道这就是囤货的快乐？远远的，苏锦便看见一个小身影在门口伸头望，当看到马车时，颠颠的朝着他跑来。姐，这马车是……苏年喘着气，双眼放光的盯着马车看。咱家的，以后出门能用上。苏锦笑了笑，一个伸手就将苏年捞了上来。被苏锦这么一抱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还没坐过马车呢。走，回家，姐给你和妞妞买了糕点。糕点？我不吃，我不爱吃。姐，你别买了，留着给大哥看腿。小屁孩就该好好吃饭，快快长大，不要净操心大人的事儿。你姐我一个大女子，难不成还顶不起一个家？以后啊，不会再让你们吃苦了。家中的几番变故，让这孩子早早懂事，心思也变得很敏感。有我在，以后啊，他们只要健健康康长大就好，都会好起来的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景啊，这马车是咱家的。对，这就是咱家的马车了。以后啊，娘想什么时候去镇上就什么时候去。秦氏摸了摸着结实的车厢，拉着苏锦就问：这怕是要不少银钱吧？娘，你放心，我把大哥的药都买回来了，以后也差不了。好好好，你在外面吃饭没啊？娘去给你做。先不急，大嫂呢？怎么没见着？老太还在咱家吗？哎呀，你大嫂啊，去接你大侄子去了，总放在他外祖家也不是个事儿。你姥姥她找来肉酱，将野猪收了，自己呀也跟着骡车回去了。你二哥我也给赶回书院去了。既然这样，苏锦也就不等他们了，掀开车帘，露出了一车厢的东西，一个个往外抱。咋买这么多？干啥怎么这么多哟？心疼的直抽抽啊！这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。苏年也愣住了，这，姐是把鸡翅都搬回来了吗？娘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娘，你看，咱家以后都不会再穷了。这个你收起来。秦氏看着女儿塞来的东西，瞪大了双眼，她怕是做梦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银票啊！这银票哪来的？景啊，娘这心跳的厉害，你不会是……娘，这100两银票是我回来路上救了一位姑娘，人家给的救命钱，也放心吧，你就安心拿着。
100两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，但对于任芊芊小姐来说不值一提。她也只敢给1张银票，就怕刺激太过了，让她娘慢慢适应吧。真的，你可不许骗娘。真的，您女儿的武力您不是看过吗？韩心收着。好好好，娘收着，给你当嫁妆。她要什么嫁妆？就算是成亲，那也是自己要出聘礼才对。在苏锦看来，他一个母系部落的少族长，那是要娶夫的。就算现在穿越了，那也不能改变他的想法。不知怎的，他忽然想到自己刚来那会儿，天上掉下来的小郎君。哎呀，那小脸嫩的，还别说，至少目前他还没见过比他更俊的美人儿，就是可惜了，已经到手的人还给跑了。京城厉王府，男子埋首于案前，正一页页翻看着公文。忽然鼻尖感觉一阵难受，掩面打了个喷嚏。佐伊适时进到室内，躬身将一信呈上。名爵一目十行，并未言语，转手便将看完的信件放到烛火上点燃了。可有进展？回王爷，已查实，是一位武艺高强、身着邋遢的年轻女子将匪寨中人救出，此后便再无人见过。匪寨之事不必再查，盯紧陈新月，我要知道他的所有动向。一个前世多次暗害他，而自己怎么也杀不死的女人，若非有这个女人在，明胜那种废物怎会坐上皇位？一个杀不死，却总会拿出一些稀奇古怪东西的人，真的是普通人吗？他刚重生回来之际，也想过直接出手以绝后患，但是想到前世那女人诡异的运气，仿佛有如天助般，无论他派出的人藏身在何处，他都能发现，一些近身手段皆施展不了，这些疑团都还没解决，死太便宜他了。王爷，宫中传旨宣您进宫。名爵神色不变，他自是知道父皇为何宣自己进宫，怕是要让他失望了。参见父皇。免礼怎么样？最近可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谢父皇挂心，儿臣无事。父皇给你寻了个隐士医者。不多时，一位白发老者随着太监走进了殿中。草民参见皇上，见过厉王殿下。耀州先生免礼，赐座。请殿下将手伸过来。名爵闻言照做，老者闭目，细细地感知脉象。一时间，大殿内静得可怕。片刻，见老者收了手，凝眉思索着什么。明元帝忙大步上前，急切地问道：厉王如何？可有办法？此毒无解。他这条老命，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明元帝身子晃了晃，暴怒道：你不是号称民间神医吗？怎么会连毒都解不了？这毒是海外产的一种无色无味的秘药，服下后3日内会使人轻则昏昏沉沉，重则神志不清，3日后便彻底令男子丧失生育能力。此毒老朽只见过1次，那人也已离世，恕草民无能为力。明元帝听罢，神情悲愤，看向自己一直寄予厚望的小儿子，眼底的痛色一闪而过。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子，注定是不能登上皇位的。明元帝深知这个道理，才更加难以接受。明爵听着与前世一般无二的说辞，内心毫无波动。你退下吧。历经2世，这种毒确实无人可解。至于子嗣，他也从未想过。明爵走到明元帝身前，儿臣让父皇担心了，辜负了您的期望。我会再派人去找。朕不信这世上会有无解之毒。姑姑，你看妞妞今天好不好看啊？小小女娃转着身子显摆自己的新衣裳，可以说是相当臭美了。比昨天的你好看一点。苏锦无奈地望着这黑瘦的娃，实在是说不出好看2字，又不能伤了小家伙的心。哎呀，他可真是太难了。这都是姑姑给他买的，妞妞可喜欢了，比村里的四丫穿的还好看。苏年扒着门扭捏着探出身子，苏锦招了招手，他便咧着嘴笑着跑了过去，小眼神时不时的瞅一眼。在第4次瞥过来时，苏锦总算开口了：你穿上也好看，精神小伙儿。这一个个小家伙还挺虚荣，竟喜欢听好话。
真是太难为我了。这时门口传来响动，苏年快步跑了过去，连忙冲着苏锦叫了声：“是大嫂，苏妍回来了，快叫姑姑！”憨厚的小模样简直跟苏大郎如出一辙。很快到了农家最忙的时节，秋收时分，田里的活计颇多。一大早，秦氏便烙了饼，煮了一大锅白米粥，每人碗里都给铺上了鸡蛋。现在手里有了余钱，秦氏也不再吝啬吃食，虽不说多好，却也在慢慢改变。今日是要出力气的日子，就连10岁的苏年都跟着他娘身后下了田，苏锦自不例外，一个人扛着锄头走在前方，跨过田埂来到自家地里，他娘指哪儿他就跑哪儿，又快又准，仿佛自带马达。当附近人家还在收第1垄地时，苏锦已经刨完了2垄子地。余光感受着周围村民惊叹的眼神，苏锦很是得意，他果然是种田好手啊！苏主，你之前是锄头成精的吗？这都快刨出残影了！苏锦刚想怼一句，却见身前忽现一道阴影，抬眼一看，是一位穿着长衫的年轻书生。你是有事吗？书生闻言瞪大了眼，不相信他竟不记得自己，随即眼神半是幽怨半是责怪的看着苏锦。不是，这他娘什么毛病啊？挡在这一字不说，还拿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，咦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随即想到自己刚才锄地时的风姿，难道他是想让自己帮他锄地？我没空，不行，不约，别挡道，忙着呢。苏锦光速拒绝，丝毫没给人开口说话的机会。这好好的小郎君竟想着偷奸耍滑，我是那种为了男色就能帮他锄地的人吗？呸！许清之见此，刚想怒言，可看着周围有不少在偷偷打量的乡亲，掸了掸长衫，狠狠地瞪了一眼苏锦，昂首阔步离开了。苏锦又一脸懵，哎呀，狗崽子他最后是不是瞪了我一眼？也可能是他媚眼抛得太用力了。小姐，有贵人找你，快来！当苏锦爬上田埂，看见的便是那药铺中遇见的一对主仆，抖了抖身上的泥土，看样子这是上钩子了，来活喽！可是你这一身也太失礼了吧！闭嘴，秋水，若是你再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你就哪来的回哪儿去吧。若不是这小婢女自小伺候自己，又是过世母亲亲自挑选，她怕是也不能容她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敢了，我就是觉得她这样子会冒犯了小姐。苏锦翻了个白眼儿，懒得理会这种蠢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这番过来是多谢姑娘相助，我脸上的东西都已去除，姑娘乃神医在世啊，谢就免了，我们已经钱货两清，直接说来意吧。姑娘爽快，我是想请姑娘前去相助。那日姑娘所言，若是找不到毒物源头，终有一日我的脸还是要复发的。我想求姑娘相助，帮我找到那物。自己回去后，便将所有的吃食所需之物都筛查了一遍，皆是无果。报酬，姑娘想要什么？银票、粮食还是地契，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。我要此下西村后山脚下那一片的地契。既然选择扎根在此，那么地契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山脚下那片地很是空旷，拿来盖庄园再合适不过了。江如烟略一思索，便应了下来。一块村里山脚下的地契，于自己而言并不算什么啊。那姑娘随我一道回吧。毕竟早日解决，他才能真的安下心。苏锦想着家中那块地已经收得差不多了，便也爽快地应下了。来到田埂，知会了一声秦氏，便踏上了江如烟的马车。这苏锦还真是攀上了怪上，一个女娃子家的，一天天净往外跑。你看人走了，在这儿说个啥子啊？你当苏锦面去说啊？你当我稀罕说？你就看着吧，这种女子哪有人会要，注定是嫁不出去的破烂货。那刚才许秀才不还是过去了吗？哼，估计也是苏锦忒不要脸面。谁许秀才是警告他的吧？也不看看他那样，哪配得上人秀才老爷？白日做梦！你这个黑心干的，我叫你瞎说！一天天净盯着别人家瞧，见不得人好的玩意儿，怎么没叫你那酒鬼看着打死呢？秦氏抱着一把草垛子，刚一个转弯，便听见了这个贱人在这诅咒他家小锦。这还能忍？自小看着他娘张婆子打遍村中妇女无敌手，打不过不存在的。来呀，说呀，
我叫你继续说，叫你嘴贱，非得给你治治不可。田埂边坐着的妞妞两眼放光的看着他奶，奶好厉害，我要向奶学习。小小的人儿自此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目标。系统到你表现的时间了。哎，来喽！系统扫描中，宿主稍等。片刻不到，扫描完毕，未发现有害物质。这也就说明那东西不是房中的摆设，那大概率就是吃食了。苏锦假模假样的在房间内四处打量了一会儿，便道：这房间没有问题，再看看平日的吃食吧。好，苏姑娘这边请，我让下人去准备了。不多久，一群手持托盘的婢女便将饭食一道道盛了上来，铺满了圆桌。发现有害物质，含量极低，请勿长期服用。宿主，这个汤里面有雪云草成分，毒素轻微，是肉眼不可分辨的。这个时代的医术还无法查验，难怪这江小姐验不出，长期服用一定剂量的才有害。我知道了，很棒。哎，低调低调，今天的系统也是努力工作的一天呢。既然知道了是哪个出了问题，为了有个说辞，苏锦又假模假样的拿起了手中的筷子，一道道吃了下去。这碗汤你是日日都在喝吧？见苏锦指向那碗罗玉松仁汤，江如烟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那徐嬷嬷见自家小姐在听了苏锦的话后，脸色难看地盯着那碗汤，心下一惊，便知大事不好，忙屈膝道：小姐，您不会是觉得这汤有问题吧？哎呀，冤枉啊，小姐！这汤和平日做法一样，味道啊不曾变过。老奴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动什么手脚啊。江如烟眼色暗沉，轻抿一口，确实味道不曾有变，和平常喝的一般无二。她竟每日都在服用这等害人之物。徐嬷嬷，你是母亲的陪嫁嬷嬷，日常多是敬重于你，从不责难。这汤每日你都不假他人之手，我当你是尽心劳力体贴之举，从未有异。今日之事，你若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便等候发卖吧。小姐，我没有啊，老奴日日陪伴小姐，难不成还抵不上一个农家女的话呀？她定是别人派来挑拨暗害小姐的，您不能信啊！说着，头重重地磕在地上，神情很是悲愤。苏锦吃饱喝足，正看戏呢，这会儿见这老奴竟还攀扯上自己，懒得再看下去。东西我给你找出来了，剩下的与我就无关系了，记得报酬别忘了。哦对了，那种东西毒物轻微，大夫也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老奴既然不认，你可以让他日日吃，自然能看出效果。说着，随手还往桌上抓了一把瓜子儿，往兜里一揣，哼着小调就直接离开了。秋水，送苏姑娘出府。婢女秋水连连应是，躬身追了上去。苏锦嗑着瓜子儿，就溜溜达达地朝着府门走去。秋水跟上后也没出声，有意看他出丑。正在此时，一位身后跟着几个丫鬟仆从的娇俏女子挡住了去路。当女子看到秋水跟在这人身后时，便知这是她那姐姐带来的人。作为听从母亲大人话，从小就致力于跟姐姐作对的人，她带回来的人怎么能不上前为难一下呢？她挺了挺胸，扬着头轻蔑道：怎么，现在的知县府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啦？这个角度仰头，他可是练习过很多遍，最是能唬人。这姑娘怎么感觉傻乎乎的？江晚见苏锦没理会自己，她仰着的头都有点僵住了。这姑娘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不按照话本走啊？对着身旁的婢女清河使了个眼色，清河秒懂，怒斥道：你这女子好无礼，我家小姐在问你话呢。秋水见苏锦被府上出了名难缠的二小姐刁难，内心窃喜，该好好收拾这个不懂规矩的农家女。他自是不会上前替苏锦出言，暗暗等着他被教育。苏锦余光一扫，将手中嗑下的瓜子皮儿随手往身后一扬，撒了个秋水，满身都是。苏姑娘，你欺人太甚！苏锦恍若未闻，看着这还在凹造型的小姐，学着她高昂着头，笑道：你看我学的像不像？你江晚愣住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看出来了，他为了每天营造这刁蛮性子，可是下了苦功夫的，从没失败过呢。他
怎会看出？二小姐，这苏姑娘是乡野长大的，不懂规矩，我带她。还未说完，苏锦一巴掌抽了过去，瞬间打得他踉跄几步。我是不是说过，再乱插嘴我就抽你？看来是记不住啊！你敢？你……苏锦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回手又是一耳光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啊，就你有嘴是不？秋水捂着肿胀的脸，目光恨恨地望着，却也不敢再言。江婉小心脏跟着颤了颤，忙收回视线，对着苏锦笑得面容温婉和善，微微对着苏锦颔首，带着随从离去，一溜烟儿就没了身影。哎，怕了，这女子这么凶吗？我调心不动，下次再换个人吧。溜了。怎么这一天天金鱼酱有毛病的？这他娘可真心累。其实那位小姐还挺可爱的，这好人装坏人，总比坏人装好人要好呀。苏锦诧异，他家筒子何时说话这么有内涵了？宫斗系统2250是你吗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核桃了？系统他有些生气，但他忍住了。哎，这是辣椒。苏锦看着一草席摊子上摆着的那几个红彤彤的果子，一眼就认出了，这玩意儿可不就是辣椒吗？大娘，你这几个果子怎么个卖法？哟，你要这几个野果子呀？这玩意儿不值啥子钱，要不你买点啥，大娘都送你了。这大娘摊子不大，卖的东西倒是不少，瞧这鸡蛋倒是个头不小，便打算顺势买一筐子。姑娘，鸡蛋你拿好，这些红果子大娘都给你装起来，都送你。那就多谢了。大娘可知哪里还有这种野果子啊？说来也怪，我家那骡子啥都不爱吃，就爱这种红果子。这不，我得给他多收点。苏锦没有半点不好意思，睁着眼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那你家这牲口口味还挺重，这又不是啥好东西。来，大娘跟你细说。苏锦谢过后便离开了，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得去一趟那什么上阳村，貌似他老张氏家就在那个村，倒也是巧了。心情颇好的瞅着筐子，这就是他未来的山珍海味呀。想到这儿还有点馋了，得去买点肉才行。苏锦哼着小曲儿到肉铺买了几斤五花，又拿了几个没人要的棒骨，这玩意儿拿回家炖汤可比肉滋补多了。从街角租了辆骡车，颠儿颠儿的就朝着家中去了。这才吃肉没几天，咋又买了？这不，我大侄子上次不是没吃到吗？何况我大哥那身子也要好好补补。这骨头汤你让嫂子炖了给他喝。行了，外头等着去吧。哎，好嘞，姑姑给你们带的，吃吧，尝尝这大户人家的糕点有啥不一样。你这是什么时候拿的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什么都让你看到了，那还有什么乐趣啊？我一个公路专业毕业的筒子，现在跑到种田频道已经够惨了，这咋眼神还退化了呢？姑姑，这个真好吃，香香软软的，我可以给爹也留一块吗？他爹病了，这糕点这么好吃，爹要是吃了，说不定就能好起来呢。我们小燕自己吃吧，姑姑这里还有，等会儿就拿去给你爹，好吗？苏锦有些欣慰地摸摸这个虎头虎脑的大侄子，觉得他们家崽都很懂事呢。大哥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腿还疼吗？不疼，很快我就能下地了。苏大郎咧着嘴憨憨地笑着，本以为这腿是残废了，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还有好的希望，越发感激他这个妹子。但他嘴笨，嘴角动了动，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便把手中的木雕往苏锦跟前递了递。这是给我的？闲着就做这个。谢谢大哥，我很喜欢，这太像我了。大哥，你很有天分哦。喜欢就好。爹，姑姑给你带了糕点，吃了你就会好起来了。乖，爹很快就能好。几个小家伙挤在床前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正起劲儿。秦氏冲着屋内高呼一声：“吃饭了！”来啦！这会儿已是傍晚，看着这一桌子肉配大米饭，伴随着孩童的惊呼声，天边的余晖洒落在这片农家小院之中，金灿灿的夕阳映得人心也随之亮了起来。
数日之后，秦氏望着苏锦拿出的地契，半晌没回过神来。你一天天净吓唬你娘我，这么一大块地得多少银子啊？你买那块地做啥呀？那里偏还不好建房，你咋之前不问问，净瞎搞？娘，这是秋收那日来找我的人送来的报纸，不要银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是有来有往的。他既然给了，就说明我值这么多，您不需要担心。现在呀，就帮我物色点人，把地给开出来，我准备在那里建个庄园，划几块地种田。他要种辣椒，以后再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调味作物，通通给他种起来。哎呀，那需要不少人嘞。我明日去你舅舅那问问看，看他们有没得空。好，我随娘一起去。上次姥姥走的时候都没有要野猪肉呢，这次我们去买些肉带去，顺便去那山上收罗他心心念念的辣椒，等自己的庄园建起来就种，美滋滋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明日我们早些出门。哟，这是香莲回来了，回来看你爹娘啊。他们没去田里，应该都在家呢。三叔，是我，回来看看我娘他们。乖，这马车气派啊！香莲这是出息了。哪儿呀？都是借来的，顺路。看着他娘一路跟人打着招呼，苏锦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只管笑笑了事。谁呀？来了。这小姑子怎么又回来了？非得把这个家掏干净才甘心吗？二嫂方氏没应声，扭头没好气的朝里面喊了声：爹娘，小姑子又回来了。张氏闻言第一时间从房间冲了出来，蹭蹭几步就来到跟前儿。你咋这时候回来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还是大郎出事了？娘，都好着呢，我就是带小景回来看看你们，正好啊，还有些事儿找你们商量下。啥子事？直接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哥他们都在吗？我侄子们呢？你爹带着他们在屋后头挖土沟子呢，你那几个侄子也不知道哪儿也去了。快吃饭了，要不了一会儿就能见到了。正说着，秦老头一身泥土的从屋后走了出来，他看见女儿顿时一喜，赶紧拍拍身上的土，直接笑开了脸。他这辈子生了3个儿子，又得了5个大孙子，也就秦香莲1个闺女，那能不喜欢吗？看了就高兴。香莲回来了，吃了没？让你三嫂去做。这是你那闺女？盯着苏锦看了看，也没多说，转头冲着厨房喊道：老三家的，多做几个菜，屋后的鸡蛋多拿几个出来。厨房内的人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句，便没再言。对，爹，这是苏锦，我闺女，带她回来看看，找我哥他们商量点事儿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一阵嘈杂，几个半大少年嘻嘻哈哈地窜了进来。不到饭点不知道回，一大早就出去野，有本事吃饭也别回来，一个个当自个儿屎壳郎成精，在外面滚粪球玩呢。奶，咱家门口停辆马车，谁的呀？看不见你们姑姑回来了吗？过来叫人。 4个小子学着他们奶奶，蹭蹭几下就窜到了秦氏面前，热情地叫着姑姑。秦锦有些愣，这一家子还真是阳盛阴衰呀，男娃子也太多了。娘，我带了些东西回来，中午啊，咱吃顿好的。姑，这是你家的马车呀，好气派呀！哦，有肉啊！姑，我们帮你搬。对，我们男娃力气大，我们来拿。嘿，本还想感叹这群小子挺勤快的，结果听到这么一句，苏锦当场就不乐意了。我一个大女子，还比不上男娃不成？将东西往怀里一搂，就往秦家屋内冲，丝毫不给几个小子表现的机会。几人当场愣住。这表姐有点虎啊！别瞎说，小心咱俩捶你啊！ 小姑子，你这是发财了？没，这些都是小景买的，孝敬他姥姥姥爷，顺便有些事儿想求大哥他们帮忙。这啥事啊？我去给你把人叫回来。说着便朝着屋后跑去。不一会儿，几个体格颇为壮实的汉子跑了过来。小妹，啥事儿啊？这还兴你专门跑一趟？你找个人带句话回来，大哥就过去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既然你们都在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苏锦他有块地需要找人开荒，想雇你们去帮个忙。我还当什么事儿？就这，说什么雇佣啊？啊，直接说一声就成。明天啊不，待会儿我们就跟你。
你回去，这开荒不费什么事儿。三哥秦海也跟着点头，他还以为小妹家又出了啥事儿呢，虚惊一场。虽几个舅舅说不要什么工钱，但是苏锦却不能这样，也没多言，到时直接给了或者买上些东西都是可行的。我们也帮忙。秦氏笑了笑，没有拒绝，到时再把侄子们的工钱也算上，也能让他们多一笔收入。哎，好，到时姑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厨房里，秦家几个儿媳一阵忙活，那动作都比之前麻利的手下生风的。在一家子的期待下，饭菜很快被端上了桌。望着一盆油汪汪的大肉，秦家一众眼睛都发绿了。一年到头也沾不上几次浑水，这可是过年都吃不到的硬菜。一顿饭吃的可谓是热火朝天，连往常对着秦氏没多好脸色的三个嫂子都不再横眉竖眼的挑刺。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。他吃完饭跟他娘打了声招呼，便朝着山头前去。秦家几个小子见状，猫着身子全都跟了上去。小姐，你去那山头干啥？那里面没什么好物，再深一些的不能进去的，奶要是知道了，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，我进去看看就回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说着，一个翻身就越过了护栏。几个小子有点懵，这他们还要不要跟着呀？不跟吧，回去他奶要是知道他们没拦住，要被打死吧。跟上去吧，回去好像也要被打死。唉，这女娃子怎么比他们这群男娃子还虎呀？这山没老猎户带着，是能进的吗？你们先回去，我跟上去看看。说着，三两下就爬过了木栏。哥，我们也去。宿主，那群秦家小子都跟上来了，确定下方位，等着他们。好的。苏锦斜靠在一棵大树旁，待见到几只黑瘦的人影时，伸了个懒腰。小姐，你在这儿啊？哎呀，幸亏追上了！快，跟我们下山吧，这里怪吓人的。你们紧跟我，别随意走动。我们不回去啊！别废话，想吃肉就跟上。系统，帮我多注意这几人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问题的。小姐，你咋又上山了？老，这个是跟秦山哥他们一起打的，您留着吃或者拿去卖都成。反正他想要的辣椒已经找到了，让系统已经全部收到空间里了。娘，你看！秦五郎说着，就把怀里裹着的野兔露了出来。我的老天，你们这全都是山上弄到的？屋子里的人闻言都围了过来。对，娘，表姐可厉害了，嗖两下那袍子就完犊子了。当初娘回来说小锦这孩子天生力气大，我还不信呢。你这本领不当猎手可惜了。苏锦挂着尴尬的笑，他还是觉得自己刨地种田更厉害，突然有些想念自己的小锄头了呢。瞎说什么玩意儿？有你这么说女娃子的吗？秦大舅摸了摸自己日渐皮实的后脑勺，不敢再说。出发的时候是2个人，回来的时候一个马车挤得满满当当。开荒说起来容易，却也十分费时费力。为了早日弄完这一大块地，苏锦想起了一直被他遗忘的三爷等人，一番武力镇压，将人全打包过来开荒。乖，这得要多少银子？这苏锦是真发达了，苏家这是要起来了。呸，还不知道哪弄来的银子。也就算吧，还别说这苏锦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是人家模样出挑。我娘家有个外甥，可是在县城里的大铺子做活的，我瞧着很是般配，我得回去问问。余下几人一听，眼露精光，纷纷打起了心思。他大哥的腿如今恢复得很好，莫大夫隔几日便会上门看看，没什么意外，明年夏天就能下地走动了。苏小弟和苏妍也在前几日被秦氏送去了村里的私塾识字去了。苏锦收到了知县府小姐的传信，邀请他前去，看来是要来活了。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苏锦。苏锦，这是我外祖家的2位表姐，柳文绵、柳文霜。我之前的事2位表姐都已清楚，就想着问你求些药。苏姑娘有理，听闻你有可去除斑印的良药，不知这刀疤可有办法去除？系统，这药丸能去刀疤吗？这个嘛，也要看它疤痕大小，如果太大了，效果还是要减弱的咯。你可知这疤痕多长？具体描述下。是一男子，其刀疤在脸部，从小就有，从眉尾至下颚处。姑娘，你看可有办法？苏锦心道，这是占据了半张脸呢，也算是从死神手中捡回的命了。可以，但毕竟情况严重，效果可能没有江姑娘那般好。他们用的药丸也是不同的。
好，有办法就好。多谢苏姑娘，回山必有厚报。这样，他的北清哥哥就有救了。苏锦见正事说完了，石桌上还只有些茶点。你看这壶中的鱼儿，像不像上次餐桌上的那道糖醋鲤鱼？见他们竟没有一个意会的，苏锦丝毫没觉得不好意思，继续道：哎呀，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不配上一桌子菜肴，哎，就太可惜了。菜肴，他这是饿了，连忙朝着下人吩咐道：去准备些饭食，多备上些。倒是如烟怠慢了，下次我定早早备上些。苏锦和柳家小姐约定好下次取药的时间，便跟三人告了别。就算药丸都在系统空间里，但他也不能直接就拿出来，那就太可疑了。苏锦往家回的脚步转了个弯儿，想着也有段时间没见到二哥了，打算买点吃食去看看他。那私塾不少，而这清远私塾却是其中最为大的。苏策低垂着眼眸，像往常一样照例将抄好的书收起，准备一会儿拿去旁边的书院那里售卖。刚跨出房门，便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。果然一副穷酸样啊！你也配在这里读书？来呀，给我搜！爷的银子也是你能拿的？什么银子？爷说这你偷的那就是你，一股子泥土味的穷酸鬼，爷还能冤枉你不成啊？说罢，指着身后的两个跟班上手，翻动起苏策的寝间，东西洒乱了一地，唯一的换洗衣物也被踩踏在了地上，也不细看，仿佛就只是为了羞辱而去。苏策双手紧紧地攥着，悠悠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哼，这是冲着我来的，什么银子都只是借口罢了。打扰下，这位郎君，能否麻烦你帮忙叫下苏策？下西村的苏策，就说他妹妹在门外等他。苏策，那个不合群、每天阴沉沉的苏策。书生诧异地看了眼苏锦，闷闷地应了声，转身便向着舍间走去。苏锦等了许久都不见他二哥，更没见到那书生，正想让系统帮他锁定下人，就见那帮忙传话的书生神色慌张地向他跑来。苏策他来不了了，被先生带走了，说他偷东西被抓住了。这些东西全送你了，谢谢你来通知我。说完大步离开了。这般多，我这是不用再为下月饭食发愁了。苏锦绕到私塾右侧，一个侧身利落地翻了进去。这私塾一般外人是很难进来的，他只能选择这办法了。照着系统的指示一路绕行，忽然书舍的一侧传来呵斥声，苏锦抬脚便走了过去。你说你没偷？好呀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这舍间如何来的这般细致的笔墨？对，苏策，你家中何情况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你如何能买得起这雅墨阁的上好笔墨？你可知你手中这块墨价值几何呀？2两银子一块，你买得起吗你？苏策凝眉，这墨，这苏锦怎么送他这么贵的东西？没想到平日里勤奋好学、从不惹事的人，竟然内里这般小人行径。作为读书人，怎能行偷窃之举呢？被请过来主持公道的私塾先生都忍不住皱起了眉。敢问严公子何时丢了银两？又有何人看见是在下行窃？哎呀，竟然还想狡辩！好，爷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过来说，那日你看见了什么？苏策清冷的目光掠过那站出的人，这人是他同一学社的同窗刘建仁，他们平日并无多少交集。苏策，我5日前看见你在严公子房门前停留，原本还想你是有什么事儿，哪知你竟会行窃。你那些上好的笔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哦，原来是你诬陷的我呀！既然是你的一面之词，那就拿出证据来，我自认平日未曾得罪于你。你那笔墨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不然你如何买得起？宿主，请不要犹豫，立刻马不停蹄地给这狗东西一脚，让我爽爽。安排。苏策刚想解释，苏锦拨开人群，从一旁的众多学子中挤了出来。我隔得老远就能闻到贱人的气息，你买不起的东西不代表他人就不配有。看见没？这张银票，你觉得他能买多少副笔墨？苏策是我亲哥，我乐得给他买。就你这脑子还读什么书？回家养猪去吧。你是何人？这书院也是你这种女人能来的地方吗？是啊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书院不许外人进出。苏锦，快回去。
苏锦拍了拍二哥的肩膀，没言语，而是转头看向坐在上方紧皱眉头、目光不善的私塾先生。苏锦见过先生，我如何来的这不重要，稍后再说。现在是你们私塾间公开污蔑学子，还任由这个贼眉鼠眼的书生胡言乱语，这件事既然无公道可言，还是报官吧。先生，这私塾怎么能让女人进出，有辱斯文呢？还请先生做主，将他赶出去。私塾主教先生看着这一场闹剧，早已厌烦，心头很是窝火，呵斥道：胡闹！私塾乃文人雅致之地，怎容你们在此寻火？刘介人，你收拾东西离开吧，今日之事就到这里了。这位姑娘建议的很好嘛，把她给爷拖到县衙去。杨公子，不是我，都是误会啊！这位姑娘不知如何称呼啊？苏锦也笑着看着他，指着地上早已被打翻的砚台，拿到他面前，只听咔一声，竟掰断了，严星眼珠子差点掉出。姑娘打扰了，告辞。让你走了吗？啊，不会说对不起呀？你敢这么对我，是想死吗？你看我如今的样子，像是不敢。只见那刀都不易劈开的砚台，在他手中竟化为了粉末。四下瞬间一片寂静，严星面色肃然，再无半点嚣张，朝着苏策的方向说了句对不起，一溜烟便没了影。苏锦挑了挑眉，向四周的书生一一笑着看过去。日后谁还敢欺负苏策呀？他是骨灰都能给扬了。苏策面色平和地看着这一幕，目光变得温柔了许多。不管他是不是从前的苏锦，他都不在意了，他就是他妹妹。虽然为人强势，却也更温暖，像天边的烈阳，照亮了家中每一个人，也照亮了他的心。哎，系统，你那儿有辣条的制作方法吗？馋了。辣条？对呀，说来奇怪，就突然很想吃辣的，再带点酸就更好了。已经找到了辣椒，怎么能没有辣条呢？跟啾啾越吃越上头。等我回去先试着做做，你帮我找找制作方法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经常背着我刷抖音。我只能叙述给你哦。这种事儿其实是不被系统规则上允许的，容易打破世界的秩序。行，配方差不多就行了，很多调味是这个时代没有的。一人一桶聊得正起劲儿，突然瞟见马车前方的路上躺着个人。苏锦皱眉，跳下马车，走上前去。老爷子，醒醒！看着呼吸正常、眼珠子还在乱动的白发老者，苏锦心情有些复杂。这装就不能装像一点？您这眼珠子，他难道是有自己的想法？苏锦见人还是不动，上了马车，掉头换了一条路走。可这还没多久，只见原先躺在地上的一老者，脚步飞快地窜到马车前，身子一歪，又躺了下来。苏锦他确定了，这明显就是碰瓷儿，还是演技拙劣的碰瓷儿。老爷子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天快黑了，我还等着回家吃饭呢。白发老者一听到饭，立即跳了起来。没错，是跳，那架势比年轻小伙还利索。用膳。说罢，可怜兮兮地看着苏锦。这可怜的小眼神谁受得了？他能干净利落地收拾渣渣，心肠很硬，却对这样的老人毫无办法。唉，您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不记得了。你是忘记家在哪儿了，还是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都不记得了。用膳。用膳？什么人家会说用膳呢？好了，怕了你了。走吧，那你先跟我回去，我再帮你找找亲人，总不会是凭空冒出来的吧？小姐，这是娘，这位老爷子是我半路上遇到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看他可怜就带回来了，我明天就带他去找找亲人。您贵姓啊？别担心，今晚就住我们家吧，明儿一早让小景带你找人。用膳。用膳？您的意思是饿了是吧？你先进来，我去做。苏锦又多下了碗面，打了2个鸡蛋。瞅着这会儿正襟危坐的老爷子，显得他们家这木凳子都高级了起来。这老爷子该不会是什么官老爷吧？老爷子，您真是什么都忘了？面对一问三不知，现在还一副大爷样子的老爷子，苏锦是真的头疼。但凡换个年轻点的，他也不至于如此憋屈。系统，谨慎地问一句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修道之人吧？放心，宿主，
这世界没有灵气，不存在修行之人，最多有些骨骼惊奇的习武之人。那老爷子这是在修行寂寞？这是养生吐纳之法，就类似于现在的冥想、打太极一类的功效。他不是失忆了吗？还带选择性呢？这话系统没法回，因为他也不晓得。小锦起来了，说着向苏锦示意，让他看向院中的人。娘，老爷子这是在养生，不然人家能这么大年纪还生龙活虎的，但都是有原因的。秦氏似懂非懂，也不再问，转头便忙回去了。夫人，有您的信件，是刘府文双小姐派人送来的。见。婢女春雨恭敬地将手中的信件递上，去请大少爷过来。陈北清闻讯，心下诧异，来得极快。母亲，您这是何事传唤儿子？这般着急。来人一身蓝色锦袍，身材伟岸，只是右侧的脸庞赫然一道深且长的疤痕，显得狰狞可怖。北清，母亲刚收到刘府表姑娘的来信，言道寻到了可以修复你脸上疤痕的伤药，你可愿去试一试？说完，小心地看着这个他最为出色的儿子，心中忐忑。那道疤痕与其说是对大儿子有影响，倒不如说是他心中的一块心病。想到此，猛地捂着胸口，急速喘息起来。你怎么了？可是又不舒服了？娘没事，老毛病了。刚才说的是你如何想？见他娘这般还在惦记着自己，陈北清哪里还会拒绝，连忙安抚道：好，我定前去查探消息。娘，你好好休息。这次传信来的刘府姑娘，本是府上二房夫人的侄女，是万万没胆子在此事上信口开河。为了安他娘的心，那便去看看吧。好，那柳姑娘虽是未曾打过交道，却也在二房那儿远远见过，听闻是个好姑娘，断然不会无的放矢。你去看看也好。是，母亲。娘，你那糖放少了，刚才的味道还差那么点甜味儿。哎，大嫂，你做的这个辣椒放多了，这都能把人当场送走了啊！不行，再重新来。苏锦一边尝着，一边煞有其事地点评着：小锦啊，这叫辣条的东西也太难做了吧，这么多调料，还要用到粮食，娘嘞，这得多金贵呀！这玩意儿又是油又是糖的，还有这个叫辣椒的，这也太能霍霍了。他不赞同地看了一眼他这小姑子，叹了口气，还是认命的继续揉面。配方都是系统找来的，因为这个时代很多材料都没有，只能不断地尝试简化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在山上找到了孜然和花椒，不仅可以做辣条，这火锅也可以整起来了。开个辣条小作坊，再开家火锅店，完美。目前还只是确定配方，等到他庄子建起来，辣椒、孜然、花椒大面积种起来以后，他要让这个时代也体会一下被辣条支配的魔力。越想越美，他要叉腰笑一会儿。被苏锦带回来的老爷子悠悠地望着这个独自傻笑的女娃，像是在看一个傻子。迎着目光，苏锦立刻收敛笑容，假意正经地咳了咳嗓子。老爷子已到苏家10来天了，最初苏锦还会每日积极地帮他寻亲人，后面也就放弃了，默认他住了下来。平日除了吃饭也不多言，直到几日前发生的一件事儿，彻底改变了他在众人心中的印象。你这也叫文章？这字也堪为字？5岁的孩童都比你写得好，这些年你就学了些这个？苏策被老爷子突然爆发的气势吓得愣在原地，不敢动身，也不敢反驳。不知为何，竟真的感觉到了羞愧，乖乖地低下了头。苏策要说学问，还真没有多差，至少在私塾是排进前几的。老爷子也不言，拿过苏策桌上的笔墨，大笔挥洒了起来。苏策和苏锦凑了过来，就连刚刚到门外的苏家众人也都伸头过来看。先生，您究竟是何人？您这字就算是我们书院壁挂上珍藏的那副东晋的真迹，都不及这10分呐。说完后退一步，恭敬地朝着老爷子就是一拜，目露崇敬之色。他妹妹到底带回来了何等人物啊！老爷子这次难得没有装沉默，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。刚至门外，转头看着还在激动的苏策，吩咐道：往后每个休沐日过来寻我。苏策，谢先生指点。老爷子没有理会身后的惊呼，大步离去，就当是住在这里的报酬吧。
从那以后，他娘秦氏更是拿出了看家本领，饭菜更是精细了不少，俨然是把老爷子当大佛供了起来。这一晚上的梦搅得他脑袋都疼。梦里2条胖龙还有1只胖锦鲤，竟为了他要做谁身上3只打得不可开交。这他娘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啊，毫无逻辑可言。看来今日不仅要去给柳姑娘送药丸，还得去找个大夫看看，怎么见天的睡不够啊？这穿越后遗症也太久了吧？景啊，你这也不要太辛苦了，庄子不是快要建好了吗？也不需要你天天去看着呀，你舅舅他们会给你盯着的。秦氏看着女儿每日犯困，还当是平时太辛苦的关系，忍不住一阵担心。舅舅他们又早起去干活了，娘，我再给你些银子，你多备些好的吃食，工钱咱多给点。那还用你说呀？放心吧，吃的好着呢。上次回去啊，你姥姥还说他们几个出去干活，竟然给自己整胖了。哎呀，当时他们在偷懒呢，一人一个嘴巴子嘞。听着秦氏学着他姥姥说话的语气，边说边比划，苏锦乐得嘿嘿直笑。周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，药丸带来了吧？这效果可能会不如江小姐那般，会留下些浅淡的印子。柳文双见苏锦说辞如此笃定，也算心中大定。苏姑娘，大恩不言谢，这报酬你尽管开口。就铺子吧，丰原县东坊市那块的商铺，至于具体的，柳小姐看着来就好。这钱有了，地和庄子也有了，就差铺子了。齐活他自己固然可以买，但是手续繁多，且好的地段并不是只有钱就可以买到。但对于能和知县府结亲的柳家来说，这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定如姑娘所愿。苏锦想到自己还要去医馆，便起身告辞。这厢刚走，柳文双也面色急切地朝着一处酒楼前去。望东楼作为丰原县目前最大的酒楼，其菜色自是不必说。苏锦点了道酸溜肉和炒青笋，慢悠悠地吃着。而在这仅1墙之隔的雅间内，刘文双将一药瓶递到面前的男人身前，柔声道：“这便是内心中所说的药丸。当初丰原县的千金就是得了这种药丸，面容才得以修复。”随后缓缓地讲述了江如烟的面部变化情况。世间既还有这般奇药，倒是叫我更好奇那女子的身份。那女子不过是一农家之女，并无特殊，想来这药也是求人所制。只是农家女吗？能拿出这般成色的药丸，就算并非亲制，又怎会是普通农女？此番还要多谢柳姑娘，不管这药效如何，我都承姑娘的情。姑娘日后若有所求，当尽力而为。说罢起身行了一礼，便准备告辞。这一趟过来，也算是完成了母亲的嘱托。陈公子请稍等，你还记得2年前在清平观救下的那一架马车吗？小女就在其中，多谢公子当日相救。陈北清离开的脚步微顿，并未回头，道：“举手之劳。”随即抬起右手挥动2下，便大步离去。柳文双神情失落，痴痴地望着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怅然若失。下次再见，不知要到何时了。哎，那人的脸倒是不多见，竟与柳家小姐所描述的很是相像，便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陈北清自小习武，感知何等敏锐，忽然抬起头，如鹰的利眸猛地直射而来。被发现喽！苏锦翻了个白眼儿，淡定地转开视线，丝毫没有不好意思，起身离开了位置。而下方的陈北清眼中的神色却从不悦变得慢慢疑惑起来，瞧着这女子怎么这么眼熟，还不待他踏步前去细瞧，人已经收回视线离去了。是母亲，对，是像我母亲严氏那双眼睛。想到此，陈北清猛地望向窗子，疾步而去，看到早已无人的座位，拉住正在收拾的小二，便问道：“这里坐着的姑娘呢？”小二不悦地抬起头一看，险些被这狰狞的面容吓得跳起，在陈北清锐利的眼神中赶忙低头，颤音道：“那姑娘已经走了，就从那偏门走的。”闻言转身便去追。原来是姑娘你啊，那日之事还要多谢姑娘相助。苏锦知道他说的是那日扶人之事，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我也收了报酬的，不足挂齿。毕竟那日的药费还给自己免了呢。”姑娘今日前来，可是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我这整日犯困，这算不算什么毛病啊？总觉得自己睡不够，你帮着看看。可是食量也有所变化，口味特殊。对，
是有这样的情况，我这是……请姑娘把手放在脉案上。片刻，冯大夫起身，抬手抱拳道：“恭喜姑娘，你这是有孕了，有2月左右。”他是幻听了吗？这位大夫刚才在说什么？啥玩意儿？他宿主从哪来的孩子？他不是天天跟着的吗？不对，他刚绑定那几天，发现绑错了宿主，曾经切断过联系一阵子，就那么几天，他家宿主就弄出个孩子。苏锦目光呆滞，不确定地问了句：“我这是有什么了？”冯大夫耐心地再次言道：“有孕了。”苏锦两眼发直，都不晓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馆的，他这就有孩子了。小侄女妞妞第一个冲了过来，甜甜地笑着。苏锦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瞧，心中猛地开阔了许多。算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想多也无用。小孩子嘛，还是挺可爱的，生下来就养着呗。姑姑，有婆上门。妞妞小手指了指里面，苏锦瞬间意会这是有客人上门呢，一把将她抱起，逗得女娃哈哈大笑。你可悠着点儿。放心，我这身子壮实着呢。系统见他心里有数，也不再说什么，扶了扶镜框，埋头翻起了育儿宝典，收录各种育儿帖，俨然一副要把自己发展成养儿系统的架势。哟，苏锦回来了，瞧瞧这模样，真是越来越标致了啊！这谁要是娶了你呀，那可真是积大福气喽。娘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们镇有名的灵媒婆，她这是来提亲的。提亲？谁要嫁人啊？你啊！秦氏说完觉得不妥，连忙补充道：“只是先问问情况，还没到那一步。”那就不用麻烦了，我没想嫁人。胡说什么？哪有女娃不成亲的？说完又瞪了他一眼，不再理他，笑着转头望着灵媒婆道：“现在小锦也回来了，您这说的是哪家公子啊？大妹子啊，你好福气哦！你这女儿不仅能干，这未来的女婿也不差呢。就是你们村那个徐家秀才公啊，那可是村里唯一的秀才老爷。那人他有印象，为人平日高高端着，看人都不是正眼，很是傲气。你自己怎么看呢？娘啊，什么怎么看？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？我没打算嫁人啊，您啊就别费心了。这徐家的秀才公可是年少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呢。苏家女娃，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！过了这个村儿，那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苏锦心中不耐，假笑着点了点头，便自己回屋休息去了。秦氏见他这般，也是无奈，笑着回绝了林媒婆。哎呀，你说你到底怎么想？这女娃早晚是要成家的呀！你现在不好好选一个，日后啊，可不就是别人挑剩下的？娘，我怀孕了。秦氏只觉得自己仿佛是被一道雷劈中了，脚下发软，身子一歪，险些栽倒在地。锦啊，你娘刚才是不是幻听了啊？你说啥？娘，你没听错，我怀孕了。今日去医馆，大夫诊脉出的结果，哎，这可要如何是好啊？苏锦见他娘这般难受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是孩子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啊，孩子他爹是谁？面对他娘通红的双眼，他做不到隐瞒，除了自己穿越一五一十的都跟秦氏坦白了。他女儿这是毁了人家男人的清白呀。不过他更庆幸小锦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安然回到家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秦氏赶忙双手合十，朝头顶拜了拜。现在也都这样了，孩子你自己多注意着点儿，好好生下来，娘帮你带。哎呀，至于这孩子的爹呀，以后对外你就说离家那段时间在外成亲了，夫君已经病逝了，才独自回来，总不能以后让人说嘴啊，对孩子也不好。苏锦虽是不在乎，却也知道他娘这是为了他好，老实的点了点头。这孩子既然已经决定生下了，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，怕是难再嫁人了，可不能日后因此埋怨到孩子身上啊。好了，休息着吧，没事啊，别瞎跑了。你日后想吃什么就告诉娘，娘给你做。苏锦温柔地摸了摸肚子，神色郑重地保证道：娘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养着的，把她生下来，日后也定会好好爱她。望星楼上年过60旬的白衣道长忽地从蒲团上站了起来，望着空中那骤然大亮的繁星，面露惊色，颤抖着手拿出怀中的罗盘，努力定下心神，细细掐算。快备车去皇宫！道童一惊，连连应是，快速前去准备。
明元帝端坐案前，一瞬不瞬地盯着面前的奏章，只见那上面赫然写着选立太子事宜。明元帝轻叩玉案，以黑衣暗卫如鬼魅般闪现，恭敬地跪在下手。去查探大皇子近来行踪都和哪些人有过接触，一一来报。是。说罢，犹如从未出现过一般，消失不见。太监总管常德脚步匆匆，小跑着来到御前，小声通禀道：皇上，清平关的青云道长殿外求见，有要事相报。青云道长，快有请。不，朕自己前去。说罢，一甩袖袍，疾步向着殿外走去。敢问道长，此番前来可有要事？是厉王的事有了？青云道长面色肃穆，一缕胡须，缓缓摇了摇头，并未言语。明元帝瞬间面色凝重，这是有大事发生，立刻会意，将人带入内殿，屏退众人。道长请直言。近日贫道观天下，发现有3颗异星突起，皇上可知贫道看见了什么？是地星之象。道长此言当真？那这地星所在何处啊？说只是1颗也就罢了，贫道都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。难道还有1颗、2颗地星？怎么会呢？此后贫道又测了一卦，确实是双星降世，福星高照之象。这是从未有过的奇观，不知是福是祸呀？这天下难道是将大乱了吗？异星所在，道长可有推测？贫道测算不出。此3颗异星早在2月前便已出现，隐隐地挂在空中，周身很是晦暗，只在今日不知为何光芒四溢，突然显现，才让贫道窥见1二。道长曾经不是说过厉王有帝王之相吗？为何这又出了这3星？厉王犹如龙哥浅滩，须经死劫方可翱翔。皇上无需挂心，厉王死劫已过，至于这一星，请恕贫道无能，天机不得窥见呐。听闻厉王死劫已过，明元帝顾不得再想一星之事，神色大喜，连连叫好。好，这个是朕近来听闻最好的消息。隔日一早，常德便带着皇帝的谕旨来到厉王府上，随行的侍卫抬着一箱箱东西，看上去格外隆重。名单上的人一个不留，下去吧。这些前世背叛过自己的人，他定会给他们个痛快。侍卫心惊，闻言躬身应是，闪身退下。见厉王处理完要事，官家立刻上前通禀：王爷，常德公公领旨已在外候着，您看。传。常德手持谕旨，疾步走来，见厉王就要上前接旨，忙后退行礼，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道：圣上嘱咐，厉王殿下不必多礼，圣旨交由您自己细看，不必宣读。明觉面容舒展，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早已习惯了。圣旨上的内容格外家常絮叨，字简直密如针眼。他父皇果然没变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写就停不下来，直到跳过前端，看到最后结尾处，才知晓事情始末。青云道长身具一番玄妙本领，能掐会算，前世也曾被父皇请进宫中为他批言，所以这死劫之事，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。明觉眉头紧锁，思考着这3颗异星是从何而来。前世也未曾听闻呢，难道是和他的重生有关？王爷，臣府有消息了。陈新月一直在寻一人，据描述是一位农家扮相、面容秀丽的女子。此女子曾去过陈府后，便再没有出现。奇怪的是，隔日陈新月便出动江湖上下3流的打手寻人，至今还没有消息传来。加派人手，在她之前找到此女子，我要知道她的目的。是。明胜那里将幻武派过去，既然他那么喜欢装废柴，那就让他废柴到底。左翼不敢有意，应声连忙去办。而制造京城这一切异状的本尊，还远在乡野，正呼呼大睡，心下做着美梦呢，也全然不知多少人正暗中寻他。眼下的平静还未被打破，一切都还是最初的样子。3个长相精致、眉眼灵动的小娃娃正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地读着诗句，其中唯一的女娃娃噔噔噔跑到自己的同胞二哥跟前，奶声奶气道：二哥，
我不想背书，我想出去玩。先生这次要求你背的可背下来了，这次我可不会再帮你。我背下了，不行，你考我呀。随即也不看书，张口便问：几处早莺争暖树，后一句是啾啾啾啾啾啾。二宝心想，他就不该对妹妹抱什么希望，闷闷地转过小身子，不再理他。乖宝见二哥不理自己，歪了歪头，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。他不是接得挺好吗？他可是好好数过的，都是7个字呢。哼，你再不理我，我的小翅膀就要带我飞走了。说完，一阵风似的窜到书桌的另一旁，只见一个犹如福娃般的男娃睡得正香。大宝，快带我出去玩！只要是你想出去，就一定能躲开护院的人。看见吵醒自己的人是妹妹，也不生气。可是娘说过，不让我再带你出去。小小的粉团子一边捶胸痛哭，另一只小手悲愤地拍在椅子上，砰！椅子应声散架，徒留一地木板。这月第7把椅子，娘说过要从你月营里扣。女娃这次是真的哭了出来，她的银子已经扣到明年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乖宝怎么哭了呀？姥姥看看。待看到地上散架的椅子，瞬间明白了缘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我们乖宝呀，下次小心点，不弄坏就好了。看着这3个机灵可爱的娃娃，谁能想到竟是他女儿一胎生下的？想到当时的场景，仍旧心有余悸，觉得不可思议。这3个娃娃自出生以来就已经显出不同常人的天赋。刚满2岁时，便被苏锦之前收留的白发老爷子打包收入了门下，悉心教导，琴棋书画样样不落。尤其是二宝，看过就能记住，一学就会，天赋绝子。乖宝并没有受到特殊照顾，反而因为她是女娃，苏锦对她更是格外严厉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女娃是要顶事儿的，继承了苏锦身上的某些特质，天生力大无穷。至于大宝，平日里对谁都是笑呵呵，似一个糯米团子般软乎乎的。尽管如此，却没人担心他会被欺负，因为这娃什么都一般般，唯独运气那是逆天了。出一趟门都能随意捡回1袋银子，读书也是平平，但是他会蒙啊，一猜一个准儿，那是真正的福星本星。娘，乖宝没在哭，我只是笑得不明显。大宝和二宝见到苏锦，也赶紧迈着小短腿一前一后的跑了过来，甜甜的叫娘，小模样格外依恋。苏锦挨个摸了摸小脑袋，一转眼3个小崽子都这么大了，岁月不饶桶啊！苏珠，在生娃上我谁都不服，我就服你。系统见他无语，难得正色道：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找孩子的爹？看这3个娃娃的天资，这爹想来也差不了。哎，再说吧，我现在抽不出空来，等何时我的店铺扩张到京城了，我再去找上一找也不迟，随缘吧。那太难了，你这一天天咸鱼塘，要不是有小管家在后面督促你，你怕是连丰原县都没走出吧？所以才将铺子开到江南那一带。你不上心，何时才能去京城？我看这爹是没戏了。轩辕老爷子呢？娘，今日先生没有来，不过我已经把课业完成了。我们二宝也太棒了。苏锦忍着笑意，拿着傲娇的小家伙没办法，对着他猛吹了一顿彩虹屁，才算完事儿。随即将视线转向另外2只崽崽，大宝笑得软乎乎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乖宝则端坐在书桌前，小表情很是严肃，一副我很认真，你不要打扰我学习的架势。要不是看他册子都拿反了，苏锦可能真的信了。一个学霸，一个学渣，这还有个学苏。
庄园西侧一房间内，白发老爷子轩辕父猛地睁开双眼，起身看了看这一身月色长服，很是嫌弃，脑中回忆着这3年的生活，脸上的暴虐之气翻涌而出。该死的轩辕纯！说罢，愤怒地打开房门就要离去，不知怎的，脑中忽然划过3个孩子的面容，脚步一顿，心中涌出一抹不舍。轩辕父的手渐渐收紧，他知道这是轩辕纯那个蠢货的情绪在影响着他，嘴角划出一抹邪笑。不过这蠢货这次倒做对了一件事儿，那个孩子讨正合适。黑沉的眼眸看了眼桌案，转身拿起笔，大笔挥洒起来。月余，滚！将笔杆重重一拍，不再耽搁，转身离去。苏锦来到老爷子的门前，只见房门大开，大步跨入房间，扫视一周，并无异样。不经意间，桌案上摆着的几个狂野的大字映入了眼帘。苏锦神色诧异地向前走近，这老爷子何时换了字体？苏锦眉头紧锁，盯着这几个字反复打量，心下泛着嘀咕。他虽只知老爷子父姓轩辕，其余皆是一概不知。这么几年生活下来，早已经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人，这突然辞别，就怕是出了什么意外。苏锦转身出了房间，决定派人出去寻一寻。姑娘，这些都是这一季各铺子的收益情况，其中江南那一带的铺子收益比上旬少了40%。姑娘，您看要不要我过去一趟？苏锦接过账册翻看起来，头也不抬地吩咐道：萧叔，你留下，这里还需要你坐镇，原谅俺走一趟，老规矩办就是了。若真是有意，人直接拿下，不必带回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若是解决不了，就让他拿着我的信件去刘府一趟。哎，好的姑娘，我这就去交代他。这几日还没寻到老爷子踪迹？是，廖青他们带人沿着官道的各处驿站都打听过了，皆无人见过。算了，等1个月后再说吧。随即沉下心翻看起册子，他现在的铺子也是越做越大，尤其系统后期给他找来的酿酒方子，远非是现在的酿酒技术能比的。庄子更是种植了多种这个时代还没被运用上的调味原料。火锅一出世，便在丰原县反响甚好，更是有知县府的关照。这第一步走的可谓是快而稳，也为他打下了基础。现在他手上不仅有火锅坊、辣条零食坊，还有定位高端的酒楼铺子，但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。每日来偷取方子的人都能抓出来好几个，宋锦用人皆是外界买来的，签了死契，包括刚离开的萧叔也是如此。他是苏锦2年前外出巡店在外救下的，之后一心跟在苏锦身前当起了管家，帮着训练手下。大舅舅，我们来看你啦！苏大郎的腿早在2年前便能行动自如了，现在每日就是帮着苏锦管理田地，并不劳累，日子过得也算满足。哎，舅舅在这儿呢，你们别过来，地里脏，就站在那儿啊！大宝一双眼睛笑成了月牙状，软软的撒娇道：舅舅，我们想进山，可是娘说过没有大人带着不让进，带我们去好不好？乖宝也在一旁不住的附和。二宝虽没有说什么，但是那小眼神却也直勾勾的望着。苏大郎的心都萌化了，想到苏锦的吩咐，性子本就憨厚的苏大郎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失望，挠挠头，咧嘴应了下来。大舅舅是最好说话的，找他准没错。3小只蹦蹦跳跳的跟在苏大郎后面，朝着山上走去。他们今天可是有大任务呢。上次发现的那窝狼崽子，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二宝记得路，出言道：大舅舅，我们走这边。哎，你们可不能乱跑。1大3小缓缓地朝着山中走去。哎呦！大宝脚下一歪，险些摔倒在地。二宝乖宝齐齐望天，又来了。大宝怎么了？可是摔倒了。来，舅舅背你。要不我们下山吧？你们要是想来，舅舅下次还带你们来。我没事儿，就是被绊倒了。苏大郎顺势往下一看，瞬间惊住。乖乖，这么大一根人参，是认真的吗？平日也有人会上山，这么明显，为何以前都无人发现啊？之前只是听他娘感叹大宝运气好，是个小福娃，今天算是开眼了。舅舅帮大宝装筐子里。好的。苏大郎感慨，
还好自己带了筐子，可是随后的事儿让他后悔为什么不带一个大一点的筐子。当第3次有野鸡撞到大宝身前时，苏大郎都麻木了。以往能猎到1只就够乐了，这现在还带送上门了。他往竹筐里使劲地塞了塞，这是真的放不下了。二宝凭借好的记忆力，一路带着他们来到这之前无意中发现的地方。这里面可是有2只小狼崽崽，他们惦记了好久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哥哥，那2个小狼崽还在吗？不知道，已经过去几天了。大宝圆溜溜的眼珠子四处看着，很是眼尖的在一处杂草堆里看到了一抹黑色绒毛，连忙拍拍小胖手叫大家看去。苏大郎上前一步将草丛扒开，入眼的就是2只缩成一团的狗狗模样的动物，一动也不动。他小心的将一只提了起来，却发现这狼崽子丝毫没有反应。他怎么这么瘦啊？他是没有饭吃吗？苏大郎叹了下气息，还活着，只是比较虚弱了。我们把他带回去吧，给他饭吃。3个小崽崽一致同意。苏大郎自是没异议，把另一只狼崽子也抱了过来。几人说着便往山下走去。谢谢舅舅。 3个小家伙萌萌地和苏大郎告别，抱着狼崽子就往家里冲。苏大郎、卢氏夫妻2人带着苏妍和妞妞2个孩子，还是住在以前的苏家。苏锦一直想让他们搬进庄子，却始终没有同意。苏大郎性子虽是憨厚老实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却是相当固执。苏大郎还没反应，便看见3个小短腿噔噔噔跑没了影。他提着竹筐的手一顿，那他还是要再去山庄一趟。因为跑得太快，乖宝一个没注意和人撞在了一起，一个翻身就顺利爬了起来。对面的某人直接被撞飞，翻倒在地，连滚2圈才停下。乖宝也愣住了，他闯祸了。他连忙跳上前，绞着手指。小奶音很是愧疚道：叔叔，对不起，乖宝给你呼呼。大宝、二宝也放下狼崽子，紧跟上去查看，想着待会儿给这个叔叔找个大夫看一下。许清之闻言抬头一看，竟是苏锦的女人的3个崽子，那种贱女人生下的孩子哪会有好的？他可是记得当初自己使人上门提亲，虽被拒绝了，却也只当是苏锦在拿条，早晚会来求他的。可没多久，便看见苏锦那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。就算秦氏在外说是已经成亲，死了丈夫才回村的，可她不信，满心只感觉到屈辱。她竟差点娶了这种女人，顿时恶向胆边生。见四周没有路人，她伸出手，狠狠地按着女娃就往地上推去。这个女娃看着就是3个中最小弱的，要是被那碎石划伤了脸，就再好不过了。结果没推动。许清之面露惊异，二宝在看到这男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恶意时，小短腿很是灵活，一把上前拉起了乖宝。小小的人儿板着脸，叔叔，你今天会有倒霉运哦，小心脚下。许清之见自己2次都没有得手，忍着手痛站了起来，刚起身就听见这男娃竟然还敢咒骂他，就想上前教训一番，却突然觉得脚下不稳，像是被什么绊住，硬生生歪进了一旁的泥水沟里。二宝，他是坏人，不然二宝才不会拿自己的乌鸦嘴咒他呢。二宝听闻翻了个白眼儿，这蠢萌的样子，为什么要比自己早出生？我应该做哥哥才对，要不是运气好，早晚被人卖了。哼！二宝平时很少说话，一是性格使然，小脸一直是酷酷的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这嘴是好的不灵，坏的格外灵验。为了避免伤到别人，说话都是很谨慎的。苏锦也曾开导过他，就怕会憋出问题，但是小小的人儿却毫不在意，还是喜欢板着包子脸，也不知是向了谁。这边被拉到一旁的乖宝努了努嘴，有些不高兴。刚才可是帮他呼呼了好久，他居然还想伤害本宝宝，是我不可爱了吗？3人没理会摔在泥沟子里哀嚎的许清之，抱着小狼崽子颠颠地往家里跑。饭后，苏锦照例带着3个小崽崽午睡。没过多久，本该熟睡的乖宝悄咪咪地睁开了眼，小身子很是灵活地爬了起来，缩头缩脑地溜了出去。
小小的人儿拿个小木棍到处戳，寻了个满意的地方，撅着小屁股挖起了坑。刚准备将手中的盒子埋进去时，一道身影挡住了视线。抬头发现是村里屠夫家的二狗子时，小小的松了口气，吓死宝宝了，还以为被发现了呢。这可是自己好不容易偷偷攒下的银钱，得藏好了，不然又得被娘当做椅子的损耗费没收了。唉，存点银子容易吗？我可真是太难了。面前的男娃扭捏着挪到乖宝面前，满心期待的道：昨天我送你小花花了，你说今天可以牵一下你的手的。有这事儿？我也就随口一说呀。他眼珠子一转，小手掐住小肥腰，小奶音故作惊呼道：那是昨天的乖宝说的，和今天的乖宝有什么关系呀？男娃瞬间迷茫，乖宝再接再厉，煞有其事道：何况那是昨天的你送的，和如今的你也没有关系呀。好了，乖宝要回去补觉觉了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转身的瞬间，硬生生从眼角挤出一滴泪，小手一抹，唉，乖宝又失恋了，伤心，需要新的小哥哥安慰才能好起来。4岁的男娃已经被绕晕了，愣愣地待在原地，满脑子问号。昨天的那个我是谁？苏锦靠着系统的转播，远远地看着这一幕。一开始看他只是在藏银子，也只觉得好笑，但随后的一幕却让他这一颗老母亲的心十分复杂。这与男娃的对话，怎么就听出一股渣女的味儿呢？是他的错觉吗？毕竟乖宝才不到3岁，应该不至于吧。宿主，有人在盯着你，还是好几个人。哪天没人盯着？不过随即想到今日带着3个崽崽，还是小心些为好，嘱咐道：系统帮我锁定这些人，一旦近身立即提醒我。放心。西侧的一处半敞的雅间内，老大，我们什么时候下手？这苏锦为人很是谨慎，这次好不容易跟上了，早点解决了吧，雇主催得急也。哼，急什么？我们人都到了，还能让他跑了？告诉那人，要是再催，老子就不接这单了。我明沙哥何时出过岔子？是，老大您都亲自出手了，定不会有差池。燕行端起酒杯，嘴角划过嗤笑，一群蠢货。他既能做到这明沙阁守卫，除了身手，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脑子，不是什么单子都能接的，什么人不能碰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这苏锦一个女人能手拿秘方顶起产业，怎么能没点本事？他心底总有种不好的直觉，而这种直觉也让他几次躲过生死。他决定先观察看看，再动手。这边的苏锦一行吃饱喝足，买了一堆吃食，直奔清远私塾，正好可以在庙会前先去看看苏家小弟苏年。苏年如今已经快14岁了，已长成一副翩翩少年的模样。今年刚考中童生，未来一切可期。小舅舅，我们给你带了好多吃的，有你爱吃的千层酥哦。苏年看见3个小家伙，很是开心，抱起乖宝就要抛起，逗得他咯咯直笑。苏锦询问了些情况，关怀一番，没多做停留。娘，我们想去那里看看。行，去吧。看了一眼跟随在后的萧管家，萧管家议会，朝着苏锦点了点头，早已安排了人手，隐在暗处保护着。以这几个小家伙的机灵，他倒是不担心什么，更何况还有系统盯梢。苏锦对娃一向是放养状态。哥哥，这里有菜市渠的，我想要那个老虎灯笼，大老虎什么的，和乖宝最配了。掌柜闻言，低头看着自己门前摊位处站着的3个小娃娃。想要的话，可以让你爹娘过来参加比赛，赢了就能拿走那个老虎灯笼。什么比赛呀？就是对诗歌，还有些算术。小娃娃，我说了你也不懂的，快去叫你爹娘来吧。那你帮我们报名吧，我2哥参加。他家2宝可厉害了呢。
苏锦站在摊位对面，就这么目光柔柔地看着3个崽子，也没打算过去随他们玩，眼角的余光一直停留在转弯处的那几个人身上。他很想知道这次又有什么狗东西送上门了。掌柜拿着一面马锣，连声敲打着，高声吆喝道：“走过路过，瞧一瞧，只要能对出小老儿这诗句，灯笼免费送了。”我说你这灯笼够不够啊？我们丰原县的学子众多，别到时候把家底儿都搭进去了。小老儿家中还算保有资产，这些许灯笼还是拿得出手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图个乐子，还望各位老人夫人日后多多光顾我这铺子。掌柜见人围了过来，双眼一亮，也不拿瞧，乐呵呵道：“好了好了，现在开始，这第一句一片飞烟隔九枝，敢问下句为何啊？”蓬峦仙丈掩云旗，不知在下所答可对。这位公子当真才识过人，文采不凡呐。此时3个崽崽小小的脑袋凑在一起，一阵嘀嘀咕咕：“我们刚才为什么不接呀？”这一句他知道呢，他记得可清楚了呢。笨笨，接这个只能得到普通的电话灯笼，乖宝要的是大南湖。说话间，那边几轮已经结束，掌柜高呼一声，拿出了身后最大的老虎雕花灯笼。3个崽崽见状，小短腿蹭蹭窜了过去。这个灯笼可是小老儿家中师傅赶工半个多月才完成的，这次的题要特殊些，题分2，一为诗句，2为算术，两者皆对可得。各位老爷请听好喽，白酒新熟山中归，请问这下一句是黄鸡啄黍秋正肥。众人皆惊，循着声音，唰的一下，视线全都集中在最前方的那几个娃娃身上。回话的竟是这般小的孩子。书生眼中闪过恼怒，他会输给一个奶娃子？让你爹娘自己说，小孩子不要乱插话。他只当是孩子的父母提前将诗句告诉了他，才答了出来。二宝漆黑的眼眸像看傻子似的瞥了一眼问话的书生。这诗句就是我二哥答出来的，没有人帮忙。他作为今年书院季考第1的人，怎么能输给3岁奶娃子？眼睛一转，便道：“陵寝有残蝉，炒冷无留燕，沉吟卷长殿，蹭侧收团扇。”扬起，这乃神童啊！这般娃娃是乃周某生平仅见。周围的惊叹声越来越大，二宝有些不耐烦，问道：“掌柜的，我妹妹还等着要这灯笼呢，快点出题吧。”那就依这位小公子的，咱们继续。这第2题为算术，请问33数之余2，55数之余3，77数之余2，问数为几何？23。商贩手中的铜锣吓得没拿稳，应声坠地。对了，小公子他又对了，嘿嘿，这真是神啊，太厉害了。苏锦混在人群中，目光是前所未有的温柔。他的崽崽真是太优秀了。也许自己意外穿越到这里是幸运的，这3个崽崽便是对他最好的恩赐。燕行双目一亮，目光灼灼地看着那最前方的男娃娃，犹如在看一块稀世珍宝。头脑如此聪慧，年纪也正好，若是将他带走好好培养，那么10几年后，他们鸣沙阁又将出一员猛将。这是老天给他送来的天才呀！看来计划得改一改了，他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让这孩子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。想到此，向着手下一个示意，退出了人群。宿主，那群人走了，他们什么也没做，这是想干嘛？不急，等把崽崽们送回家，我再去收拾那群狗东西。老大，我们不动手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呀！先拿出那3个孩子。那苏锦，燕行摆了摆手，打断了白面男子的话。哎，这都不重要了，我有了新的目标。他那孩子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要把他带走。这等天资的孩子，天生就该入我鸣沙阁。手下几人一愣，他们老大这是看上暗杀对象的孩子了。那孩子确实太过妖孽，杀了实在可惜。
那老大，我们直接将那孩子掳来便是。蠢货，这样那男娃日后成长起来，第一个杀的就是我们。花莲是他们几人中唯一的女人，看着燕行笑得格外妩媚。哼，看来老大你又是想到什么好主意了。这次还是需要你出手，混到苏锦家中，我要你毒杀那孩子所有亲人，一个不留。一个亲人全死、无依无靠的孩子，到时候还不是稍微给点施舍就感恩戴德，再给他虚设个灭门敌人，他将会更快速的成为自己手里最利的一把刀。记得换副面孔。那您就等着收人吧。燕行嗯了一声，对于花莲还是很放心的，毕竟他的易容之术无人可及，他既出手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。王爷，刚有消息来报，在丰原县发现了鸣沙阁的踪迹。去丰原县暂留几日，找人去查一查鸣沙阁这群人的目的。鸣沙阁前世这群人可是都被明胜那个废物收在了手下，暗中帮着他铲除了不少异己。既然遇见了，也省得日后再去收拾。他们一行人本是从乾阳府城过来，奉命巡看干旱灾情，如今正回城复命，停留1、2日倒也无碍。娘，你看乖宝的灯笼好不好看？是二宝迎来的哦。娘看见了，二宝真棒。听到娘亲的夸奖，努力绷紧的嘴角缓缓地勾了起来。二宝刚才有偷偷笑，哎，他也太可爱了。说他这性子到底像谁？这还能像谁？只能是那一面之缘的孩子爹了。这大宝和二宝长得却是随自己比较多，至于乖宝，也许真是应了那句女儿孝父吧，长得也更为精致。忽然马车一阵晃动，猛地停了下来。此刻一道人影横躺在路中间，去看看，小心这些。小管家应是，跳下马车，大步向前走去，用脚轻轻碰了下，询问道：姑娘，醒醒，你这是？女子似是痛苦的轻声嘤咛，却始终没有睁开眼。小管家拧了下眉，又用脚往前怼了怼，放大声音再次问道：姑娘，你还活着吗？麻烦能往旁边躺一躺吗？花莲心中暗骂：狗男人，你听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苏锦见这会儿还没解决，嘱咐3个崽崽乖乖待着，便跳下了马车。怎么回事？这伤得不轻啊，还有救吗？你……苏锦忽然顿住，是系统的一句话打断了他的未尽之言。宿主，这个女人脸上有东西戴着，像是一层皮。一层皮是吗？倒是有些意思。挑了挑眉，接着刚才的话不疾不徐道：看这情况是没救了，要不你帮着埋了吧。说罢转头看了一眼萧管家，萧管家得了苏锦的暗示，摸出了一把铲子，准备挖坑，手脚那是相当麻利。埋了？难道他听不见自己还在呻吟，还有气儿吗？顾不得再伪装，睁开了双眼，楚楚可怜道：是你们救了我吗？是啊，为此我们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你要怎么报答呀？要不卖身为奴吧？他倒是要看看这女子打的是何主意。花莲虚弱的抬起头，眼中充满感激。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愿为奴为婢，报答救命之恩。苏锦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也算是知道了他的目的，接近他是吗？行，但愿你不会后悔。说罢转身回了马车。萧管家面露嫌弃，如拖死猪般将人拖上了车，给他在庄园外的棚子里找个住所。以后啊，这雅婆婆的活计就交给她来做，再帮雅婆婆安排分工。是。花莲闭着眼睛，心下咒骂的同时也暗暗得意，已经混进来了，下毒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宿主，你为何要将她留下？你以往不都是直接出手的吗？还记得今日看到的那伙人吗？若是我没猜错，这个易容的女子便是其一。当时那些人匆匆离去，很不合常理，现在却只派一个女子孤身前来，只能说明他们计划有变。说只是想要我的命，大可不必如此费时。至于是为什么，我想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隔日，萧管家阔步来到那紧挨庄子的一处草棚外，朝着草棚里威严的门拍了拍：你该去干活了。花莲也没做戏推拒，闷声的应了下来，心中不断的告诫自己再忍忍，再忍忍，颤颤巍巍的站起身，跟在了他的身后。
但等他被萧管家带到不远处的茅房时，他是真的忍不住了。尼玛，让我挑饭，我可去你的！老娘不伺候了，今天非要把你们这群人都给毒死不可！花莲内心阴恻恻地想着，还是抖着手接过了萧管家踢来的粪桶。萧管家看着这个身子颤抖的女人，眼露鄙夷，扎心道：你怎么这么没用？这伤还没好，手脚又开始哆嗦了，别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你他妈才有病！你们全家都有病！花莲心中愤恨至极，一个没稳住，木桶重重落地，桶中的神秘液体飞溅而出。离得最近的花莲瞬间被糊了满身，面色狰狞的尖叫起来，下意识的想回头寻求帮助，可这身后早已没了人影。娘，大宝刚才在路上捡到了这个，娘说过捡到贵重物品要交给失主，不能自己收起来。娘，你看，发现毒物反应，请速入小夜。苏锦面色一愣，惊讶一瞬，猛地看向大宝手中的东西，只见那是一款样式很是精美的发簪，一眼便知其价值不菲。系统扫描下毒物在发簪哪个部位？宿主在头部花瓣中间的凹槽处有些小机关。苏锦闻言松了口气，大宝没沾上就好，却还是不放心，拉着他的小手，神情严肃地清洗了好几遍，又让系统检查了一番才罢手。娘，大宝是不是犯错了？我们大宝这么乖，怎么会犯错呢？特别棒呢！今天还把捡回来的东西交给娘，是个善良能干的好宝宝，竟然还长得这么可爱。我们大宝小天使下凡真是辛苦了。已经快要飘起来的大宝，整只崽都晕乎乎的，很是陶醉，扭了扭身子，小声说道：我也没有那么好了。说完便将头埋进苏锦的怀中，害羞了。雅婆婆那里借来一身破旧衣裳换上的花莲，现下整个人木愣愣的倒在草堆上，不过片刻，似是想到什么，往自己头上摸去。就快结束了，今晚我要把你们这些都剁碎了喂狗。可是下一秒，他神情开始慌乱起来。发簪呢？他那么大一个白玉发簪呢？接二连三的打击，花莲再也遭受不住，一个心梗晕厥了过去。苏锦看着缩在角落昏睡过去的女人，装作无意识般往前走出一步，狠狠地踩在那女子外露的手上，重重地碾了碾。刺耳的尖叫声划破天际。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哎呦，瞧我这不小心的，对不住啊，我这脚可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回去一定教训他。你太过分了，苏姐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不得好死！这女子看着没什么用，据说今日还浪费了我一桶粪。哎呀，要不你找个人牙子将它卖了吧。他长这么丑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换回一桶粪的钱。长这么丑，想要起身将这狗男人锤死，心中忽的一惊，他的武功实属一般，这没毒药在手，他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吧？瞬间清醒几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痛了才会那般说话。小姐姐救了我，说了要为奴为婢，尽力报答，怎能反悔？求小姐不要赶我走。也是可怜人呐，罢了，你就留下吧。花莲心中一喜，果然女子就是容易心软。不过这毒药没了，看来她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联系上老大才行。花莲还在畅想，苏锦衣走到门口，笑容亲切地嘱咐道：记得待会儿多挑2桶粪，可别再洒了呀，毕竟你像是赔不起的样子。出门的瞬间低声吩咐道：派人盯紧他，若是往外传消息，不要拦着。鸣沙阁几人本以为今日便能听闻花莲传来的好消息，哪知这都快傍晚了，还没收到消息，心中很是不满。来消息了，老大你看。燕行轻啐了一口，接过一看，这个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水生，这一趟你去，将药交到他手上，千万不能让那小娃娃看到你。白面男子点头，接过药粉便离去了，至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姑娘，廖平他们合力抓住了一人，应该是那女子同伙。苏锦并不诧异，他等的就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带下去拷问，若是不说就直接废了，送他去杨叔那里做苦力吧，要最苦的那种。
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他最近又开荒了几块地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这免费的劳动力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那女子先别动，还得靠她钓鱼呢。新的一天，庭院中的3个小娃娃围着2只狼崽子兴奋地欢呼着。只见原本骨瘦嶙峋的狼崽子经过这些日子的调养，肉眼可见地长开了，围着娃娃们四处乱窜，很是活跃。哥哥，乖宝想把他们带去给小妍哥哥和妞妞姐姐看看。娘亲说过，小狼崽崽还小，不能放出去乱跑，还要再养一养。行吧。乖宝很是听劝，既然不能带狼崽崽，那就自己去吧。妞妞跟着苏大郎正忙着给地里除草，苏妍已是8岁的孩童，干起活来也是卖力，时不时的还要帮妹妹一把。哥，我自己可以，你快去那垄地，地已经离我们好远了。妞妞撅着嘴不让苏妍帮忙，她可是立志要成为奶奶那样厉害的人，怎么可能连这点野草都拔不动？乖宝蹑手蹑脚的从后方窜了上来。妞妞姐姐，乖宝来帮你呀！说着，小胖手抓住地上的野草就往外拔，岂料手劲儿太大，连地皮都跟着掀了过去，结实的摔了个屁股墩儿。妞妞见状赶紧过来扶，却看见乖宝哼着小曲儿哒哒哒跑开了。见妹妹在田地里乱窜，二宝小小的人眼含无奈，蹲起身子一点点的帮着拔草。咦，这个花花好好看呀，有白色的蕊蕊，像云朵一样软软的，妹妹肯定喜欢。她可是经常见妹妹收村里的男娃娃送的花花。小妍哥哥，你怎么又黑了？苏妍挠挠头，咧着嘴笑，整个人散发着憨憨的气息。小妍哥哥，你以后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脸呢。娘亲说了，男孩子也要注意保养，不然以后叫不对，是没有女娃要你的。说完摇着头迈着小短腿离开了。他可真是操碎了心。二宝向天翻了个白眼儿，娘亲也不知道为何总教乖宝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可算是来了，真是大忙人，我这出嫁前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反正你还有3月才出嫁，急什么？说着往嘴里塞了块糕点，问道：说吧，这次这么急找我来何事？你可知你被人盯上了？哦，说说看。我这被人当成案板上的鱼肉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习惯了。你这般神色，除非这次的人权势很大。前阵子我爹莫名其妙和我说了些话，我思来想去才明白，我爹这是暗示我给你提个醒呢。替我谢谢江知县，这事我心里有底，无需担心，能解决。他从不是什么大度良善之辈，别人都打到门前了，还能忍气吞声。江如烟闻言心下松了口气，见他心有成算，也不再说，转而聊起了自己嫁衣的事儿。苏锦说话的声音突然顿住，示意江如烟不要出声。自己轻步移至门边，猛地打开了门，一个身穿百褶翠纹裙的少女猛地扑了过来。江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看看你，不行啊。用最嚣张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。苏锦倒是还记得这位小姐，毕竟傻得这么出奇的人也不多见，对她印象倒是挺好的，笑着问道：要不一起坐会儿？她还没说完，江婉便动作相当麻利地坐了下来，高傲地看着她道：既然你邀请我，那就坐会儿吧。江如烟也没在意，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便没再理会，继续和苏锦聊起了嫁衣的图样。此刻面色不屑，一副高冷状的江婉心里已经慌得一批，他要怎么不尴尬地接上他们的对话呢？忽然他好像听到辣条2字，迅速回神。啊，辣条？什么味儿的辣条？这二小姐不仅傻乎乎的，这还幻听，谁说辣条啦？她刚才只是和江如烟建议说那条裙子比较适合，合着这小脑袋瓜子只听见那条。苏锦神情很是复杂，是吃我家辣条吃傻了吗？也没放什么添加剂啊，这锅我不背啊。江如烟抚额，深感丢人，她以前怎么没发现她这妹妹这么馋呢？苏锦顺势向怀里掏了掏，其实是从系统空间里拿出之前存的辣条递了过去。新口味加辣的。你这随身还带着辣条？
为了提神。对，可提神了。江晚显然已经忘了要伪装自己的形象，吃得很是欢快。不愧是加辣，可真带劲儿。不知道下次去辣条坊能不能买到这款，得囤着点儿。江如烟表示，这以后要如何指使我这妹妹呀？王爷，属下听说这丰原县有个十分厉害的酒楼，那里的酒水很是醇厚，您要不要去尝尝？明觉顺势收起长剑，似是来了兴趣。哼，相较京城的一品居如何？左一赶忙从树上跳了下来，拍了拍衣袖，抱拳道：据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走，去尝一尝。他倒要看看这小小县城有何美酒佳酿，竟比得过京中百年老字坊。王爷您怎么了？无事，这家酒楼不简单呢。就光凭这3个字就价值千金，也不知是何人所写。公子，你想点什么？这是我们的菜单，你可以看看。菜单？从未听过。这家酒楼倒是很有新意啊。来一壶酒，再把这几样招牌菜都上一遍。小二急忙应是，快步退了出去。菜品很快上齐，明觉转着手中酒盅，这般醇香的酒，宫中的御品都不及。前世怎从未听说过这般佳酿？左一，打听一下这酒楼老板的情报。左一并无意外，点头去办。不多时，人便回来了。王爷，这家老板无需多加打听，丰原县内很多人都清楚，颇有些传奇。明觉眼眸为台，盯着他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这家酒楼的老板是名女子，名号苏锦，乃是丰原县本地人士，农户出生，并无背景。而这个酒楼也是他在2年前一手创建的，其名下还有一个辣条零食坊和火锅坊。目前他这商铺已经开到了江南那一带，想来要不了多久便能在京城见到。女子毫无背景，农户出生。王爷，还有个消息，不知该说不该说，也是这女子被人称作传奇的由来。她在3年前产子，生下的却是当时罕见的3胞胎。不知为何，明觉心头一跳，猛地看向左一，这女子倒是独一无二。老板，你怎么今日过来了？没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顺路正好把账对了，明天你们也不用再跑一趟了。哦，对了，再让厨房准备些云蝶糕，我等下走时带着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去准备。3楼的视线很是宽广，苏锦站在高处看着人来人往的客流。他为人比较懒散随意，意外到来的3个崽崽让他改变了想法。他想给崽崽们一个更好的生活，便又开了酒楼。他站在高处瞪大了双眼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下方的明觉心有所感，凌厉的目光直射3楼，却并未发现有人存在。他的感觉不会出错，3楼有人在打量他。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，阔步离去。苏锦拍了拍胸口，没想到这男人感知这么敏锐，亏他闪得快。宿主，你在躲什么？他就是我那个到手了还跑了的夫郎。系统，你觉得我是在做梦吗？他怎么会到丰原县来？这小郎君走起路来怎么比躺着时还要好看？这样极品的男人，他娘的看着就很贵呀！你说我几年赚的钱够娶到他吗？刚才还在感慨自己这样闲鱼日子挺好的，这会儿就有些后悔，啪啪打脸了。这种男人一看就是不会缺女人，还长那么好看，容易出墙，不守妇道。他不同意，他好不容易养大的宿主怎么能随便就给了别人？也对，得先搞清楚这男人的情况再说。就算他是崽崽的爹，若是已有家室，肯定是不能娶的。对，宿主你说的对，他肯定是有家室，说不定孩子都几个了呢。调查下再说吧，不然错过这样的极品还挺可惜的。一个破败的草棚里，一道闪电打过，草堆里的女子缓缓地抬起头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外面。忽然门外传来一丝规律的响动，花莲迅速爬至门前，当看见果真是自家老大时，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。是来救他了吗？他不要再挑粪，他要回家。雁行看着面红的疯婆子，仔细瞧了2下，
这是花莲？啊，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这身上什么味儿？燕行目露嫌弃的向后退了2步。那个女人就是魔鬼，老大，你一定要把他们都宰了。好了，说话就说话，你别往前走，你先收拾一下，我去解决了他们。说罢，脚下生风，疾步离去。姑娘，廖平他们已经布置好了，老夫人、少爷他们很安全。不用你们出手，护好庄子里的人就行，下去吧。不过片刻，幽暗的房间传来一声轻语：“来了。”来人猛地朝着床榻看去，你让我好等啊！燕行被这突来的声音惊得身形闪退，苏锦双手一挥，屋内的烛光亮了起来。好胆色，你只是知道我要来。明沙阁老大燕行，你既然知道，是有把握能在我手下逃走？不，你可能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知道之前来杀我的那些人，最后都怎么样了吗？说罢，一拳砸了过去。燕行身形一侧，险险避过，不愧是杀手阁的王者，一记猛拳攻向对方，接触瞬间猛地被震飞了出去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怎么会？燕行目露惊惧，这女子怎会如此巨力？心下有了退意，看来今晚是杀不了她了。也不留恋，几个闪身来到门前。苏锦看着他往门外逃离，也不追。只见苏锦不徐不缓地拉满弓，眼睛瞬间一变，只听剑咻的一声飞了出去。很快，不远处传来一阵闷哼，之后便再没了声响。有结果了？姑娘，已经问出了明沙阁所在之地，您看要不要派人？昨晚那首领死后，萧管家便带着人将他拖到了花莲所在的草棚，无需多加追问，早已吓破胆的女人一五一十的全都交代了。苏锦本想让他带人去将其摧毁就罢了，这一刻他脑中闪过的是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男人。他这些年还是太懒散了，不行，扶他起来，不能再闲鱼了。若是日后连自己的夫郎都养不起，那还怎么当一家之主啊？你多带些人过去，将明沙阁接手了，里面的人该处理的都处理干净，先去京城安置下来。是，姑娘放心，我带廖松他们几个这就去办。苏年休沐回家，苏大郎夫妇带着2个孩子也都来了庄子上。这种气氛，吃火锅再合适不过了。几个小家伙蹲在一旁，帮着秦氏洗菜。乖宝今天带了新的花花，好不好看呀？这可是大宝送他的呢，像云朵一样，可喜欢了。哎呦，好看好看！我们乖宝呀，带什么都好看。乖宝长得是3个崽崽中最为精致的，只有2分随了苏锦，剩下的应是随了那个未曾谋面的爹吧。乖宝，你这头上的东西哪里来的？是大宝送给我的，不是很好看？系统，我没认错吧？是棉花吧？是的，宿主，你要种植吗？并不想种呢，麻烦。他这些年也没见过哪有棉花，也只有大宝这运气才能找到。萧管家脚步匆匆地来到身前，低声道：“姑娘，打听到了，那位公子是前几日刚到丰原县，随身带有护卫，气势不凡，我们的人不好接近，身份怕是不简单。还有，酒楼的小二曾听那护卫称他王爷。”王爷？完了，这下子是没戏了。都当王爷了还能差女人，这要怎么娶啊？不过话说，要是娶皇帝的儿子，得多大的聘礼啊！系统，帮我查查棉花的种植要点。你不是嫌麻烦不种植吗？这怎么？哎，今非昔比了，不努力一把，就这么放弃，还怪可惜的。先定个小目标，就大元朝首富好了。你们无需再探，他既是身份不凡，再打探也是徒劳了。倒是再引起他怀疑就不好了。他要先做好准备，确定他没有家室之后，再去向皇家提亲。大女子就是要不服输，不试试总是不甘心的，就算被拒绝也认了，大不了以后再给3个崽崽找个后爹。王爷你怎么了？我让下人去准备姜茶。无事，通知下去，明日出发回京。这次来此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明沙阁那伙人，岂料2日前这群人像是人间蒸发了，再无半点踪迹可寻。明觉面色微沉，不打算再在此事上耗时，他有的是办法再将其一网打尽。妞妞姐姐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呀！
乖宝，你又逃学，这回你应该在书房才对。行吧，那就玩一会儿哦，姑姑铁定要来找你了。姐姐先逃，乖宝来找你呀。说完，熟练的拿小胖手挡住了眼睛，还悄咪咪的留了一条缝隙，看着妞妞离开的方向，内心偷笑。还不等他数完数，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婆婆走到跟前，笑得很是和蔼。女娃娃，你一个人在这啊？乖宝望着这个婆婆，故作天真道：婆婆是谁呀？说着，小脚悄悄地往后挪动。好聪明的娃娃，可那又怎样？再怎么警惕，也还是个孩子。只见银针闪过，稳稳地抵在了乖宝的脖颈处。小娃娃，不要叫！乖宝感受着脖颈冰冷的触感，心里很是委屈，拳头捏紧，就要向着虎婆肚子上砸去。忽的，前方一处低洼处，茂盛的杂草动了动。乖宝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慢慢地松开了拳头。他悄悄地望了一眼那处土沟，低下头，瘪了瘪嘴，没有吭声，乖乖地被虎婆绑住，夹抱着离去。我才不怕，娘亲会来救我呢。许久不见人来找自己的妞妞，扒开杂草，四下看了看。啊，乖宝呢？怎么还没找到我？乖宝，乖宝，我在这儿，你快来找我！叫了几声，皆无人回应。妞妞有些急了，大声地呼喊乖宝的名字。苏锦正在地里弯着身子研究棉花的种植问题，只听一阵孩子的哭叫声由远及近传来。苏锦抬眼一看，妞妞正哭得满脸泪地向自己跑来。姑姑，姑姑，乖宝不见了，我真不见了。妞妞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怕，姑姑一定把乖宝找回来。我们在捉迷藏，然后我躲了好久，乖宝都没来，再找就找不见了。苏锦神色一沉，耐心地摸了摸妞妞的头，道：你先回家，乖宝肯定是贪玩去别的地方了，乖，别怕啊。系统，这附近有扫描到吗？没有，速度快，你快去其他地方转转，我接着扫描。先别慌，乖宝那一身力气，很少有人能伤害他，这毫无声息地将人带走，除非他……苏锦轻抿嘴角，面色发寒，努力定了定神，召集了所有家丁护卫，一处处的寻人。他自己也带着系统朝着县城的路而去。人我带来了，让你们主子别忘了承诺。几个男人不敢直视他，只能应是。见虎婆踏步离去，几人皆是松了口气。这虎婆人称鬼婆子，一手银针见血封喉。撩开车帘，一个小小的女娃娃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们。见他人又小，几个男子也只是绑住了手脚，便没再理会。乖宝转了转手腕，轻轻一挣，绳子便断了。要什么时候跑比较好？还是晚上吗？一队身穿甲胄的人马从远处驶来，几个男人见此，赶忙将官道让出，马车往一侧偏了偏。乖宝见车子晃动，小胖手悄咪咪地掀开帘子的一角，往外看去。哇，好多大马！明觉皱着眉，在经过马车的瞬间，余光里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孩子不由得多扫了一眼那几个男子，几人纷纷低着头，只其中一男子抬头望了一眼，也就是这一眼，当看清明觉的面容时，身子一侧，下意识挡住了车窗的位置。明觉双眼一眯，拉住缰绳停了下来。王爷，怎么了？去问一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，仔细的盘查清楚。是。佐伊招来几个侍卫前去拦截，自己也跟了上去。快走，快啊！那个男人的长相，转身上了马，驾着马车就要离去。等等，几位官爷有何事啊？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从哪儿来？又往何处去？佐伊双手环抱，打量着几人。他家王爷让盘问，定是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事儿。车厢里可有人在？打开看看。没有。
里面没有人，官爷，我们是普通的走商，做的都是正经买卖。看来是这车厢里有问题了，没有理会他，径直走向马车。几人见事情败露，顾不得其他，眼神凶狠地冲了过来。其中一人转身从马车内捞出孩子，乖宝懵了，他正听得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被拎了起来？乖宝有些生气，把拳头握紧，对着男人就是一拳。男人只觉一阵阵痛，将手中的女娃丢了出去。乖宝感觉自己在飞，惊叫一声：咦，怎么不疼？只觉一阵好闻的气息包裹着他，偷偷望去，一个棱角分明的下巴出现在眼前。明觉也低头看了过来，二人四目相对间，皆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惊愕。你长得好像我呀！小手不自觉地摸在了明觉的脸上，明觉惊愣地看着他，似是想到什么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怀里的孩子，舍不得眨眼。佐伊解决完那群人，见自家王爷怀里抱着个孩子，很是吃惊。原来王爷喜欢孩子呀！想到这儿，心中瞬间一沉。可惜王爷中了那般毒，这辈子怕是无缘子嗣了。王爷，佐伊刚想回禀方才的事儿，却在那孩子转头的瞬间呆住了，张开的嘴久久合不上。王爷他真蠢，小丑竟是他自己，就这么张脸，要说不是他家王爷的孩子，他打死都不会信。这么一打断，明觉也缓过了神。你多大了？你娘亲是谁？乖宝小脸一阵纠结，他那么聪明的宝宝，当然猜到身前这人应该是他爹爹。但是娘曾经说过，他们的爹爹嫌家穷飞走了，他要先问问娘亲，再决定告不告诉他。我今年快3岁了哦。小奶音带着自豪地朝着男人比了3根手指。明觉心弦一松，3岁，看来只能是那次中毒。想到那个强迫他的女人，明觉此刻心中一阵复杂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呀，你长得这么像我，当然是我爹爹啦。嘿，这可难不倒他。明觉心里软得一塌糊涂，他将乖宝扣在怀里，紧紧抱住，久久无言。乖宝嘿嘿傻笑着，任由他抱着。原来这就是爹爹的怀抱，好宽广哦，和娘亲的很不一样，乖宝很喜欢呢。一队人因为乖宝的出现，没有再继续赶路，停在了不远处的驿站休整。爹爹，你要带乖宝去哪儿呀？带你去京城。乖宝，愿意跟我去吗？好呀好呀，乖宝愿意去啊。刚说完，似是想到什么，但是乖宝没问过娘亲，不能去啊。那就让你娘亲一起去。乖宝知道怎么联系他吗？娘没让说，我要问过娘亲才行哦。不过乖宝不用找他，娘亲很快就能找到乖宝的。明觉没有勉强他，心下有些欣慰。虽然没有问出那个女人的消息，但是能看出他的女儿很聪慧，明显被教育得很好，这就够了。宝吃饱了。明觉不知道小孩子的饭量，只觉得他只吃了一点点，猜测是不合胃口，计划着回去就要几个御厨到府上备着。爹爹，乖宝想洗澡，臭臭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备热水，需要爹爹帮你吗？这次出行移重的都是护卫，没有随身的婢女，看来日后都是要备上了。他面上无甚情绪，心下却在一一规划着府上需要添置的事物。我已经是快3岁的大宝宝了，可以自己洗澡的。好，那你就自己慢慢洗，我在外面等着你，有需要了你就叫我，行吗？好的。说完，犹如一只花蝴蝶，张开双手飞进了房间。明觉自己也没想到，他这辈子竟还有意外的惊喜。一个从未出现的小生命，一出现便占据了他所有的心神。他该谢谢那个女人，给他的生命带来了这么一道亮光。宿主，就是这里，乖宝就在这个驿站里，在2楼的右侧房间里。
系统心下松了口气，可算是找到了。苏锦的眼中划过一抹浓重的黑色，依着系统的指示，几个攀爬跃上2楼。系统已经确定屋内只有乖宝一人，他轻轻地拍了拍窗户。乖宝听见响动愣了下，还在考虑要不要叫爹爹进来时，只听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传了过来。乖宝双眼一亮，立刻小心地打开了窗子。当看到真的是娘亲时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别哭，娘来了。乖宝别怕，娘这就带你回家啊。娘，我找到爹爹了，是他救了乖宝。苏锦一愣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爹？他长得好像乖宝，还说要带乖宝回京城。娘亲，乖宝可以去吗？苏锦听他这么一说，便知道这是遇上那个男，看来这缘分还是不浅，竟让他们父女碰上。乖宝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对你好吗？你想去吗？我觉得他喜欢乖宝，刚才还为乖宝泛泛，看着乖宝的眼神，就像娘亲看乖宝那样。娘亲，乖宝想去京城看看，然后再回来可以吗？他就想去试试京城小哥哥的手是不是很嫩，很快就回来的。那乖宝要记住，先不要和他说家里的事儿，你帮娘亲观察观察他有没有家世，适不适合当你们的爹。娘处理完事，很快就去京城找你。乖宝有听说爹爹还没有成亲呢，他可是听到了那个偷看他的叔叔小声嘀咕呢。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，乖宝要记住，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许受伤，不然娘亲会心疼的，好吗？乖宝吸了吸鼻子，重重地点了下头。苏锦又叮嘱了一番，这才跳了下去，但他没有离开，而是隐在了暗处。以乖宝的性子，若非那个男人真的对他好，他不会想跟着去，是他疏忽了。小小的娃娃怎么可能不渴望父亲？就算家里的3个崽崽没有提过，但是乖宝的这件事儿却给了他反思。崽崽们是真的不需要父爱，还是隐在了心底没有表达？怎么了？刚才娘亲来过了，乖宝说要跟爹爹去京城，娘亲同意了，可是乖宝舍不得娘亲。明觉一听那个女人来过，双眼骤然扫向室内，但见乖宝抽抽噎噎趴在他怀里，也顾不上其他，抱起他轻轻地拍着，心下有些焦急，不知道要如何哄他。如果爹爹今晚能哄乖宝睡觉觉，乖宝就不哭了。好，明觉松了口气，只要不再哭了，什么都行。宿主啊，你看他一个大男人，连个孩子都哄不好，我看还是过去将乖宝带走吧。系统暗搓搓地挑拨着，苏锦嘴角微勾，没说答话。他能看出来，这个男人是真的在乎乖宝，那心急慌乱的神情骗不了人。只要有他护着，至少不用担心乖宝被欺负。看来他也要加紧点速度，处理完这边的事情，早点进京才行。就是不知道这皇帝得要多少聘礼，才能同意自己把他儿子娶回家呀？他还是要亲自会一会这男人才行。明觉这边好不容易将小家伙哄睡，坐在床沿静静地看了他许久，掖了掖被角，这才走了出去。刚走出房门，便察觉一道无法忽视的视线，将房门合上，一双凌厉的眼眸朝着转角看去。一个念头闪过，心下有了猜测。出来吧。苏锦双手环抱，慵懒地倚靠着墙，听闻此话，缓缓地从角落走了出来。他一步步朝着男人走去，嘴角始终噙着一抹微笑，眼中带着漫不经心，很是放肆地朝着男人一阵打量。明觉面容毫无起伏，漆黑的眼眸直直地望着面前的女人，任由他打量。看好了。苏锦没有言语，却突然朝着他的手袭来。明觉心下一肃，一个转身躲了过去。苏锦哪里肯放弃，飞身袭来，控制着力度，二人你来我往，交手数掌。眼看动静越来越大，明觉厉声道：是何目的？苏锦心下有些可惜，就想摸个小手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算了，方才也算达成了一项目的，就这么几下也能看出这男人反应很快，武功也不差，应该能护得住乖宝。关键这小腰也细呀。我就想试试你能不能护住乖宝。
乖宝的娘亲。是呀，乖宝的爹。你要带走他？暂时不会，乖宝愿意跟着你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来此只想确定你护不护得住他，毕竟京城可不比丰原县。明觉心下一松，刚才那瞬间他竟会担心这女人说要带走乖宝，因为他清楚自己拦不住，他的武功在自己之上。面对他的质疑，他心头不悦，沉声道：本王的女儿无人敢欺。行，乖宝交给你了。嘿，这严肃的小模样还挺招人呢。他忍不住多瞧了两眼，也没有停留，潇洒转身朝着楼下走去。突然脚步顿了下，歪头问道：你有家室吗？他就是想亲口问一问。男人眼睑微抬，还当他是担心乖宝在府中的地位，淡声回道：并无家室。闻言，苏锦脸上的笑容瞬间增大，心里的小人儿叉腰狂笑。回答这么快，一定是怕我误会，有戏。人家连个正眼都没给你几个，宿主，你喝假酒了吗？苏锦只当他在嫉妒，脸上的笑意止不住，疯狂地向着系统嘚瑟。你个人工智障懂什么？一边去！这美人我是娶定了。系统翻了个白眼儿，也不知道他家宿主这是几个菜醉成这样，大白天就做梦。苏锦悄咪咪理了理衣摆，望着男人道：你等我，我会去京城找你。说罢也没等人答复，挺直背脊，犹如在走军步般，一板一眼向着外边走去，留了个自以为很是帅气的背影，离开了驿站。系统，我刚才的背影有没有很帅？他是不是盯着看了？并没有，而且你顺拐了。系统，我劝你善良，别整得跟杜甫似的。留在原地的明觉眼眸深邃，望着苏锦离开的方向看了许久。离开驿站，苏锦很快收敛了情绪，想到待会儿要做的事儿，转了转手腕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姑娘，已经打探清楚，绑走乖宝的老妇人是江湖上有名的鬼婆子，人称虎婆。廖怀已经带人去找了。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，让廖青准备下，出发前往京城。就算那个男人再怎么厉害，乖宝的身边总是要留一个自己人，他才能放心。